想通这点后，我的目光重新落在那头小麒麟身上。这小家伙的外形可不能被正常人看见，得给他加持一道法术，隐匿他的真正面目才行。于是我双手结印施展了一道法术，直接将那小家伙的外形变成一只小狗的模样。做完这些后，我起身走出了房间。到了客厅后，宁若轩一脸惊讶地看我怀里的小奶狗。哥，你什么时候抱了条小狗回来啊？我笑着坐在了沙发上，而后将玉麒麟和金蛋的事情告诉了他。得知了真相后，宁若轩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哥，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别人送了件礼物，里边居然藏了一颗麒麟的蛋，而且还能孵化出来。闻言，我笑着点了点头，是挺幸运的，而且这小家伙的力量可是堪比金丹期。宁若轩吃惊地看向面前的那小家伙，他居然这么强！说着，宁若轩伸手戳了戳麒麟的脑袋。对了哥，他还没有名字吧？要不就叫他来福好不好？而我觉得这个名字倒是很符合麒麟，便同意了他的想法。宁若轩见我认可了他起的名字，一把将来福抱了起来。自从家里多了个来福后，气氛明显活跃了许多。这小家伙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甚至在看了几次宁若轩开电视后，居然还自己学会了怎么开电视机。不过这小家伙对吃的却很讲究，寻常的食物他压根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我记得苍原界那些豢养灵宠的修真者，一般都是用各类灵果灵药来喂养灵宠，于是就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了几枚灵果来。果然，那小东西一看到灵果，眼珠子都瞪直了。见状，我轻笑了一声，随手将一颗灵果抛给了那小东西。来福立马兴奋地叼住灵果，随即大口咀嚼了起来。宁若轩看到那小东西喜欢吃灵果，也兴冲冲地跑了过来。哥，让我也试试。我笑着将手里剩下的2枚灵果递给了妹妹。宁若轩接过灵果，当即逗着那小东西玩耍起来。我看着他们玩闹，不禁笑了笑。还好我带了许多各类灵果还有灵药回来，不然可真养不起这小东西。不过家里有这么个小家伙也挺好的，无聊的时候可以逗他解解闷。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将门打开后，一个快递员笑着将录取通知书递到了我的手里。说好。等我带着通知书重新回到客厅时，就见宁若轩一脸不舍地看着我。哥，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走了？我将录取通知书拆开看了一下，这才对着宁若轩点了点头。是啊，而且我还得提前几天过去，因为我打算在学校附近买套房子，这样修炼起来比较方便。说着，我拍了拍宁若轩的肩膀。你也不用舍不得我，反正你明年也要去江南大学，到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住外面啊。再说，等我放假了，也可以回来的嘛。而我之所以这么安慰宁若轩，是因为我相信她能轻松地考上江南大学，毕竟她的成绩本就不差。而且我此前亲自为她洗脉筑基，不仅改善了她的体质，也让她的记忆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就算她做不到和我一样过目不忘，但对于那些需要依靠记忆力的科目和题型来说，却是轻轻松松。可这时我的心中却突然闪过了一丝迟疑。虽然妹妹现在的实力比之前强了不少，而且身上也穿着我炼制的法器，常人根本没办法伤她分毫。不过要是她被人欺负了，以她的性格来讲，肯定不敢轻易伤人。于是我严肃地看了宁若轩一眼。若轩，万一要是有人欺负你，就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如果你觉得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不想麻烦我的话，也可以找那个张勇，他还欠着我人情呢。你有什么事，尽管直接吩咐他去做就行。宁若轩乖巧地点了点头。好的，哥哥，你不用担心我。闻言，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毕竟妹妹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她受到一点伤害。而张勇在临川市也能排得上号，有能力帮宁若轩摆平一些事情。只要宁若轩真找上他，哪怕是再为难的事，张勇也绝对不会拒绝。接下来的几天里风平浪静，我一边整理着上大学需要用到的东西，一边监督宁若轩修炼。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蛇山余家的人倒是一直没有来找我。沈安然也说他那边一切如常，不知对方是被我那天施展的万化剑诀给吓到了，根本不敢再来找沈安然，还是在密谋着什么计划。但眼下我马上就得去江南市，若是这几天对方还没人来的话，还是得再给沈安然准备件东西防身。毕竟之前给他的那玉符只是随手炼制的，防御能力并不算特别强。于是我打算趁着还有几天时间，再给沈安然炼制一件防身法宝，至少要能够抵挡住金丹期修真者的全力攻击，并且还要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才行。而炼制这种级别的法宝，对我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况且炼制这种低级法宝，也不需要消耗什么特别珍贵的炼材。一番思量过后，我便开始炼制法器。另一边，江南市齐家的独栋别墅中，齐天磊正和几个人守在门口，像是在等候着什么。而在那几人的身旁，则是坐在轮椅上一脸颓废的吴胜天。这时，齐天磊往外边张望了一下，而后着急地看着吴胜天。吴师傅，这都10点了，您师傅怎么还没到？吴胜天皱了下眉，估计是路上耽搁了吧，咱们耐心等待便是。见吴胜天这么说，齐天磊只能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
说着，他狐疑地看了吴胜天一眼。不过吴师傅，你确定你师傅能对付得了那个小子吗？闻言，吴胜天瞥了他一眼。你们放宽心就是。虽然那小子的实力在我之上，但是我师傅哪怕是在整个修行界中，也称得上是一方强者。而且前些天他老人家的修为更进一步，顺利突破到了化元期8重。整个修行界中，除了那屈指可数的金丹期老怪之外，修为能达到我师傅这等境界的，绝对不超过30-50之数。那小子还不到20岁，就算他再逆天，能修炼到化元期1、2层，就已经是惊世骇俗了。但在我师傅面前，依旧不够看，他根本不可能会是我师傅的对手。说着，吴胜天的脸上露出一抹不屑。若非我师傅前些时日才刚刚突破，需要稳固修为，他早就赶来江南省了。就在这时，一道白影突然出现在了不远处的江面上，而后朝着齐家别墅疾掠而来。齐天磊率先发现了那道白影，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那是什么东西？闻言，其他人赶忙看向了不远处。下一刻，吴胜天突然狠狠地拍了拍轮椅。是我师傅来了。齐天磊惊愕地看了他一眼，旋即又将目光投向了那道身影，眼中满是震撼。吴师傅的师傅居然能踏着江面过来，真是太厉害了！那个臭小子死定了！就在齐天磊震撼之际，江面上的那道人影已然纵身一跃，来到了众人的眼前。这里可是齐家。见状，吴胜天催促齐家的人将他推到了老者的面前。师傅，徒儿在这。那老者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吴胜天，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吴胜天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师傅，徒儿以后再也无法修炼了。老者拍了拍吴胜天的肩膀。胜天，你放心，为师定会叫那个废掉你修为的人付出代价。说着，老者脸上浮现出一抹煞气与狠厉，显然是已经知晓了吴胜天的遭遇。与此同时，齐天磊一脸谄媚地走到了老者的身旁。想必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江自在了。鄙人名叫齐天磊，要不咱们先进去说吧。闻言，江自在点了点头，随即跟着齐家人走进了别墅。待到几人入座后，江自在亲自查看了一下吴胜天的情况，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怒容。好狠辣的手段，竟然将你的丹田彻底毁去，连一丝复原的可能都不留。如此歹毒的小儿，若是不将他除去，只会疑惑无穷。一旁的齐天磊也点了点头。是啊，江老，您是不知道当初那小子有多狂妄。他不仅硬生生地拧断了吴师傅的四肢，废了吴师傅的修为，甚至还扬言尽管让吴师傅找您来为他复仇，浑然没有将您放在眼里。闻言，江自在冷哼了一声。无知小儿，真以为自己有点修为就可以不知天高地厚了吗？对了，你们可有查清那小子的底细？他话音刚落，齐天磊便长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查清楚了，那小子名叫宁望舒，今年才19岁，我们并未查到他与什么修行人士存在交集，家里的背景也很普通，不像是什么修行世家的。江自在沉吟了片刻，这才再次看向了齐天磊。可他如此年轻就修炼到化元期了，必然是从小就开始修行，而且是天赋异禀才有可能。若非圣天的伤势做不了假，我甚至都不敢相信，一个连19岁都未满的小儿能够修炼到化元期。便是放眼整个修行界，能够在这个年纪修炼到先天之境，那已经是天纵之资了。能突破到化元期的，古往今来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简直匪夷所思。吴胜天也点了点头。师傅，徒儿也同样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徒儿与其交手时，的确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所以他的修为必然已在化元期之上。就在这时，齐天磊掏出了另一份资料，接着递到了江自在的眼前。对了，江老，他被江南大学录取了，再过几天他应该也要来江南市读大学了。闻言，江自在不屑地笑了一下。那我倒是不用特意去一趟临川了，等他到了江南市后，我便去找他算账。正好我此番来江南省，也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处理。吴胜天有些好奇地看着江自在。师傅，你有何事要处理？江自在无所谓地摆了摆手。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为师年轻时曾欠了江南白家一个人情。前些时日，白家联系我，说是想请我带白家参加即将开赛的7省武盟大赛，为师得先去一趟白家，跟他们商议此事。吴胜天顿时恍然大悟。是了，我倒是忘了，10年已过，今年又该举行7省武盟大赛了。而旁边的齐天磊此时却有些懵逼。江老，你们所说的那7省武盟大赛是什么啊？还有您刚才提到了白家，
可是白景川所在的白家。闻言，江自在点了点头。这所谓七省武盟大赛，乃是东南七省修行界每隔10年举办的一场盛会。起初，这七省武盟大赛旨在提供一个舞台，让东南七省的修行者可以好好的切磋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盛会如今已经变成了各大修行世家及宗门划分势力范围的角力场。最近这几十年来，每一届都会死几个人。上一届的七省武盟大赛，白家就死了一位化元期5层的高手，他也是白家现任家主白景川的胞弟白景恒。说着，江自在的脸上闪过了一丝迟疑。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因为白家的实力远不是咱们可以讨论的。我也好心提醒你们一句，以后你们对白家最好客气一些，别真跟白家起了什么冲突，把白家给惹恼了，否则你们齐家绝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听到江自在的提醒，齐家众人顿时心中一凛，齐天磊更是忙不迭的点头。多谢江老告诫，我齐家日后定会注意。另一边，我花费了将近2天的时间，终于给沈安然炼制了一枚镯子法宝。法宝炼成后，我便将其交给了宁若轩，让他带去学校转交给沈安然，并让宁若轩提醒一下沈安然，让他以后务必随身带着这枚镯子。接下来的几日依旧风平浪静，在此期间，我还收到了林青竹发来的消息，他告诉我他也考上了江南大学，以后和我就是校友了。而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毕竟林青竹之前就跟我说过，他的首选院校是江南大学。等离开学还剩1周时，我便准备动身前往江南市。临行前，我先是在身上加持了一道隐匿法术，接着带着来福直接御剑飞往了江南市。因为我懒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浪费时间不说还麻烦，况且临川离着江南市又不远，我御剑飞行只需20分钟便可抵达。这还是因为我眼下只能动用元婴初期层次的灵力所致，若是我能动用全部修为的话，基本上须臾间便可至。飞临江南市后，我仔细找寻了一番，这才找到了江南大学所在的位置。于是我找了个隐蔽的角落降了下去，在确认四下无人，周围也没有摄像头后，便撤去了身上的隐匿法术。接下来我先是找了一家房产中介，让他帮我推荐一下江南大学附近的房产，接着又跟着他去看房子。最终我选了一套距离江南大学只有500米，足有240多平的大平层。虽然这套房子的总价高达1300多万，不过对于如今有着过亿身家的我来说也不算什么。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办理过户手续，一边将房子好好的布置了一番。等离开学还剩2天时，我因为闲着没事干，就带着来福去江南大学转了一圈。但等我走到一个拐角处时，却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杀气。可那杀气转瞬即逝，我便也没有在意，毕竟我能感觉出来，散发出那道杀气的人，其修为远在我之下。在学校里转悠了1个多小时后，天色也逐渐黑下来了。于是我便带着来福回了家中。结果我刚想好好睡一觉，手机却突然响了一下。接通电话后，林青竹那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宁望叔，我打算明天就去江南市，明晚要不要一起聚一下？闻言，我点了点头。好啊，那你几点到？跟我说一声就好。大概下午3点吧。对了，我还有一个朋友也要一起来，如果你不想带他的话，我就让他在酒店等着了。没关系的，人多比较热闹，你直接来我家找我吧，我一会给你发位置。好的，那咱们明天下午3点见哦。挂断电话后，我将自己的位置发给了林青竹，接着便躺在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我正躺在床上发呆，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将门打开后，林青竹顿时开心的笑了一下：宁望叔，好久不见。而他的身后则是一个有些腼腆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冲着我摆了摆手：你好，我叫徐莹莹。闻言，我点了点头：您好，先进来坐吧。将二人领进屋里后，林青竹便开始好奇地打量着屋内的装修。宁望叔，你在江南市居然有房子，这边的房价可不便宜啊，而且还是一套江景大平层。你买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啊？一旁的徐莹莹同样满脸震撼：这套房子没有个上千万，怕是下不来吧？我看着一脸惊讶的二人，不由得轻笑了一下。倒是没花多少钱，也就1300多万吧。我话音刚落，林青竹顿时发出了一阵惊呼声：天哪，宁望叔，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记得之前暑假的时候，你不是还说缺钱，所以才把祖上传下来的那2枚玉佩卖给了我爷爷吗？虽然那2枚玉佩卖了200万，但这点钱可远远不够买下这套房子。而且你还是个学生，又没有稳定收入，就是想办按揭贷款也不可能啊。闻言，我冲着他摆了摆手：之前确实挺缺钱的，不过我后面挣了一笔外快，所以就不缺了。话落，我将自己帮助宋国威的事告诉了林青竹。得知真相后，林青竹长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那个宋国威可不是什么一般人物，你要真帮了他的忙，
他为了感谢你，给你个1、2千万什么的也不算什么。徐莹莹也点了下头。宁望叔，你挺厉害的啊！那个宋国威能给你这么多钱酬谢，看来你帮他的忙应该不是什么小事。就在这时，林青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接通电话说了几句，表情一下子就变得忧愁了起来。挂断电话后，林青竹对着我长叹了一口气。宁望叔，你知道附近都有什么宾馆吗？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们不是早就订好宾馆了吗？怎么突然这么问？林青竹有些烦躁地挠了挠头发。可别提了，刚才宾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出了点事情，不能接待顾客了，所以我们现在得重新找宾馆了。说着，林青竹看了一眼窗外。可是现在正好赶上了新生报到，附近的宾馆肯定爆满。我看着一脸急躁的林青竹，不由得轻笑了一下。那你们今晚要不就住我这里吧，我这个房子有4间卧室，你们随便挑一间就行。林青竹和徐莹莹对视了一眼，随即冲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话落2个女生便拉着行李箱各自挑了个房间。林青竹和徐莹莹安顿好后，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于是我们便准备先去找个地方吃饭。林青竹掏出手机看了一回，接着将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这边有一家饭店，装修还挺有格调的，菜品也很不错，从这走路过去应该也就10来分钟，不然咱们就去那边吃吧。闻言，我点了点头，都可以。青竹，你对这边还挺熟啊。林青竹得意地笑了一下。那是，我来过江南大学好几次呢。说完，他又看了看我和徐莹莹。咱们是直接走路过去，还是打个车？徐莹莹瞥了眼外面还火辣辣的太阳，连忙摇了摇头。还是打个车吧，这么晒的太阳，走路过去不得晒死。林青竹点了点头，接着便拿出手机叫了辆网约车。当我们走到小区门口时，我突然注意到不远处有2名男子瞥了我一眼，但他们马上便收回了目光，继续蹲在树荫下抽烟，所以我自然也就没在意。毕竟走在路上被路人看1、2眼，这可太平常不过了。尤其是我身边还跟着林青竹和徐莹莹这么2位娇滴滴的大美女。这时网约车刚好到了，于是我们就直接上了车，来到林青竹所说的那家饭店后，林青竹先是点了几道招牌菜，而后便开始和我闲聊起来。另一边，齐家别墅内，齐天磊一脸严肃地看着江自在。江老，我的人刚才告诉我，他们看见宁望叔带着2个小姑娘上了网约车，我派人查了他们3人所乘坐的网约车的目的地是一家饭店。我现在已经派人去那家饭店门口附近蹲着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闻言，江自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当时特意交代你，去盯着他的人要不停地更换，同一个人绝不让他去盯第2次。你按照我的要求做了吗？齐天磊感受到江自在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连忙紧张地点了点头。我都按照您的要求做了，这点您大可放心。不过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啊？江自在长叹了一口气。你不要小瞧化元期高手的感知能力，你若是一直盯着他看，不出10秒钟，必然会被他所察觉，甚至同一张面孔若是频繁地出现在其周围，都容易引起他的警觉。齐天磊低下头思考了一会儿，这才再次看向江自在。江老，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过去对付那小子？江自在看了一眼窗外。我稍后就过去吧，等到了那边，他们也差不多该吃完饭出来了，正好届时天也该黑了，找个合适的地方就可以下手。话落，江自在便起身离开了齐家。另一边，我们3人在饭店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不知不觉间天色就已经黑了下来。从饭店里走了出来后，徐莹莹看了一眼手表，接着走到了我和林青竹的面前。宁望叔，青竹，现在才8点多，要不咱们再去逛逛，或者是找个地方唱 K 吧。而我刚想回答，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了一股杀意，但我并没有去寻找散发出杀意的人，而是直接释放出了神识，观察四周的情况。很快我就发现了一名正在阴影处盯着我的老者，虽然对方隐匿了气息，若是一般人还真察觉不了，但是在我的神识笼罩下，却是洞悉微毫。我感受着那名老者身上的气息，不由得在心中冷笑了一声。这老头居然有化元期8层的修为吗？有点意思，看来是冲着我来的。而林青竹见我半晌都没回答，有些担忧地看了我一眼。宁望叔，你身体不舒服吗？怎么不说话？闻言，我对2人笑了一下。没什么，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徐莹莹刚想说些什么，便被一旁的林青竹抬手拦了下来。那咱们就先走吧。话落，林青竹拉着徐莹莹转身就走，我跟着在2名少女的身后，同时继续用神识探查着四周。在神识笼罩下，我发现不远处的那老者果然跟了上来，于是我轻笑了一声，而后继续往前走。待走过了行人较多的路段后，我特意找了条没人的小路走了进去。走了几步之后，我转身看向了一处黑暗的角落。跟了一路了，出来吧。林青竹和徐莹莹都愣了一下，
愕然地顺着我的目光望去。紧接着，一道人影从黑暗中缓缓地走出，这让徐莹莹和林青竹都很是惊讶。只不过他们的惊讶有所不同。徐莹莹呆呆地盯着那道黑影，这人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他不会一直跟着咱们吧？林青竹则是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宁望叔，你是怎么发现他的？毕竟这一路走来，他一直都没有察觉到有人跟着，甚至就在刚才，我忽然停下脚步，看向那人藏身的黑暗阴影处之前，他都没有发现那人的存在，这对林青竹来说就有点不可思议。就在这时，从黑暗中走出的那名老者却是面色微沉地盯着我。小子，看来老夫倒还是低估了你。老夫已隐匿了全身气息，一路都小心谨慎地尾随，居然还是让你给发现了。不过你既然发现了老夫，竟还敢自己主动走进这僻静无人的小路中，老夫倒是不知是该说你太过于自信，还是找死了。闻言我轻笑了一声，自信也好，找死也罢，最终不都是要手底下见真章吗？说着我眉梢一挑，你是不是那个蛇山余家的人？那名老者愣了一下，旋即惊疑不定地看着我。你跟蛇山余家有什么关系？从他的反应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蛇山余家显然十分忌惮，不仅仅是江自在，身旁的林青竹也吃惊地看着我。宁望叔，你居然知道蛇山余家？难道你也是修仙之人吗？林青竹的话还没说完，我便给了他一个稍后再说的眼神，随即看着对面的江自在，我与蛇山余家并没有什么关系，倒是你又是何人？来找我讨什么债？那名老者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这才不屑地冷哼了一声。你跟蛇山余家并没有什么关系，那更好，否则老夫倒还真得忌惮几分。老夫名为江自在，今日来找你是为了给我的徒儿报仇。你当初毁了我徒儿的丹田，废了他一身修为，还将他四肢活生生的拧断，简直丧心病狂。说着，江自在的眼中透着一抹狠辣之色。听到对方的话，我顿时恍然大悟，随即笑了起来。原来你就是那个吴胜天的师傅，我都快忘了这事了。你徒弟的事，只能说那是他自找的。你想为你徒弟报仇倒是合情合理，不过你确定你能办得到吗？闻言，江自在冷哼了一声：“无知小儿，你果然够狂。虽然你小小年纪就能踏入化元期，但你的狂妄终究会让你付出代价。纵然你已是化元期修为，可在老夫面前依旧只能饮恨西北。亲手扼杀一个如此修行天才，还真是让人有些惋惜。以你的资质，若是能继续修行下去，他日必能成就金丹大道，成为整个修行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不过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可怨不得老夫。”江自在怜悯地看着我，脸上却是充满了煞气。我则不屑地摇了摇头。在我看来，真正无知的人是你，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不过你很快就能看到冰山一角了。江自在脸上的怒意逐渐加深，而后开始运转体内的法力。很好，老夫倒要看看，凭你这所谓的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话落，他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接着朝我们三人倾轧而来。我感受到那股猛烈的杀气，刚想抬手掐诀，一旁的林青竹却突然护在了我的身前。我爷爷是林安国，你若敢伤他，我定不会放过你。他话音刚落，对面的江自在顿时一怔，下意识地收回了自己的气势，随即面色阴沉地盯着林青竹。你爷爷居然是江南剑宗林安国，来头真是不小啊。我看着将我护在身后的林青竹，不由得在心中轻笑了一声。林青竹居然会为了我搬出他爷爷来威胁对方，看来林青竹是一个可交之人，也是真的把我当成了朋友，愿意为我挺身而出。看到江自在明显有些忌惮自己爷爷的威名，林青竹顿时上前一步。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但你要是敢伤害我的朋友，我一定会让我爷爷亲自出手，让你付出代价。闻言，江自在的面色顿时沉了下来。小丫头，本来此事与你们无关，但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说着，他的眼中浮现出一抹森然的煞气。这里空无一人，也没有摄像头，老夫将你们全部杀了，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做的。哪怕你爷爷再强，但是他连是谁杀了你都不知道，他想要给你报仇，也不知要去找谁。听到江自在的话，林青竹顿时大惊失色，但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而后掏出了手机，准备给林安国打电话。江自在冷冷地看着林青竹，随即发出了一声冷笑：“小丫头，你现在才想着打电话，不觉得太晚了吗？”话落，江自在的身上再次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紧接着他扬手一挥，一股无比凌厉的罡气瞬间迸射而出。见状，我嘲讽地笑了一下：“你是真的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说着，我伸手轻轻一点，那道罡气顿时在半空湮灭，同时爆发出一股猛烈的气波。江自在被这股冲击波逼得后退了数十步，等勉强站稳之后，他才再次看向了我。好小子，你果然有几分手段，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下一秒，江自在一个闪身扑向了林青竹，同时伸手抓向了林青竹的手机。我看着林青竹和徐莹莹，在心中长叹了一口气，要是吓到他们就不好了，还是收敛一点吧。于是我一步踏出，直接出现在了江自在的面前，而后右手凝成剑指，一指击向对方的眉心。对面的江自在想要闪躲，却被我的灵力死死地压制住。随即我心念一动，周身的灵力瞬间化作一条条绳索，把江自在牢牢地束缚在其中。江自在拼命地挣扎，看向我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惊惧。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接着一指击中了他的眉心。江自在的身躯猛地一震，紧接着他的双眼蓦地瞪大，嘴巴不断地颤抖着，像是想说些什么，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眼中的神光就已渐渐暗淡，身体也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一般，无力地向后仰倒了下去。身后的徐莹莹和林青竹看到这一幕，都是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而我对他们的反应并不意外。虽然江自在的修为远不及我，但他好歹也是个化元期7重的修行者，实力不容小觑，可他在我的手底下却连一招都没撑过。这对于同样是修行者的林青竹来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以至于他整个人都呆在了那儿。而徐莹莹则被吓得直接傻眼，她艰难地吞咽着口水，而后看了眼倒在地上的江自在。宁王叔，他是不是死了？闻言，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已经死透了。本来我并不打算杀他的，奈何是他自己动了杀机，所以我就干脆如他的愿，直接把他杀了，一了百了。听着我如此平静地说出这番话，徐莹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林青竹拨出的电话终于被接通，手机里传出林安国的声音：“青竹，怎么突然给爷爷打电话了？你不是下午的时候才给爷爷发了信息，说是已经到江南市了吗？”林安国的声音让林青竹从呆滞中回过神来，他正要开口回话，我却突然走到了他身旁，接着低头看向了手机。“林老爷子，我是青竹的同学宁望舒，就是之前卖给您那2枚龙凤玉佩的人。您最近还好吧？我跟青竹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刚吃过晚饭，正好聊起了当初我卖给您玉佩的事，所以就想着让青竹给您打个电话，跟您问候一声。”“哎呀，小伙子，你那2枚玉佩可帮了我大忙了。既然你跟青竹在一起，我让青竹给你转几百万吧，不然我这心里头都一直过意不去。”“老爷子，这个真不用，当初是我自己定的价格，您真不用觉得有什么过意不去的。而且我现在也不缺钱，还是让青竹跟您聊吧。”说着，我对林青竹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把这里的事情告诉林安国。林青竹立马心领神会：“爷爷，既然宁王叔这么说，那您就不必客套了，我先不打扰您了。有什么事的话，我再给您打电话。”挂断电话后，林青竹复杂的看了我一眼，见状我心虚的摸了摸鼻子，随即开了个小玩笑：“这么盯着我看干嘛？虽然我知道我长得帅，但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了，就是以后想见，那也是随时能见到的，用不着这么盯着吧。”我故意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林青竹嗔怪的横了我一眼：“你这家伙可真自恋。”而后又马上恢复了正色：“宁王叔，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刚才那个家伙至少是化元期7层的修为，都不比我爷爷逊色太多。可是你居然一指就把他给杀了，他甚至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就算是我爷爷，恐怕都未必能够做得到。”闻言，我认真的看了他一眼。其实你没必要深究那么多，每个人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不是吗？林青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我也从来不会跟其他人透露自己是修行之人。既然你不想说太多，那我也就不追问了。不过你既然有如此高深的修为，应该知道你当初卖给我爷爷的那2枚玉佩中蕴含着十分浓郁精纯的灵气，但是你怎么会把那2枚玉佩给卖掉？那2枚玉佩中所蕴含的灵气，可是能够让你更轻松的突破到金丹大道啊！我看着满脸疑惑的林青竹，不由得轻笑了一下。那点灵气对我而言根本就不重要，而且当时我确实挺急缺钱的，所以就想着不如卖了换点钱。只是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巧，被你爷爷给买了下来。听到我的解释，林青竹再次一怔，随即狐疑的看了看我。你说的不重要是指什么？是你有信心不借助那2枚玉佩中的灵气就能够突破到金丹大道，还是说你本身就已经达到了金丹？说到这，林青竹突然睁大了眼睛，一双美眸紧紧的盯着我。毕竟他觉得我就是再逆天，也不可能连19岁不到就成就金丹大道。要知道，如今整个修行界中，为世人所知的金丹境强者都屈指可数，无一不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虽然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出世的金丹强者，但数量也绝对不会多。可是我刚才只是动了动手指，就击杀了一名至少有化元期7层的老者。我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林青竹，不禁哑然一笑。你不用猜来猜去的，你只需要知道那2枚玉佩我确实用不上就行了。说着，我又瞥了眼一旁的徐莹莹，你看，
人家莹莹已经听得一脸懵逼了，你再叨咕下去，估计她更懵了。林青竹回过神来，看了眼身旁的徐莹莹，不禁讪讪一笑。行吧，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不问了。紧接着，他将徐莹莹拉到了一旁。莹莹，我给你解释解释今天发生的事吧。两个少女在不远处窃窃私语，时不时还会发出一阵惊呼声。等两人回来之后，徐莹莹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敬佩。宁望叔，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厉害，怪不得青竹老是在我的面前提起你。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林青竹一把捂住了嘴。紧接着，林青竹有些害羞地看着我。宁望叔，你别听他瞎说。我看着小脸通红的林青竹，装作无奈地举起了双手。好，我什么都没听到。林青竹轻轻地捶了一下我的胸口，这才一脸严肃地盯着我。你这家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妖孽，也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你明明跟我同岁，但我才刚修炼到后天6重，而你却至少已经是宗师级人物，甚至有可能踏入了金丹大道。就在这时，徐莹莹指了指江自在的尸体。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这尸体就放着不管了吗？林青竹拍了拍徐莹莹的肩膀。放在这里就行了，他一看就是死于江湖仇杀，哪怕被人发现了，最后也会转交官方的特殊部门处理。我则走到了两位少女的面前。我还是辛苦一点，把他给毁尸灭迹了吧，省得给治安署的人添麻烦。话落，我弹了一下手指，一缕真火顿时激射而出，落在了江自在的尸体上。几乎瞬息的功夫，江自在的尸体就已然化作一缕缕青烟，接着随风而散。见状，两名少女再次瞪大了眼睛，林青竹更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你居然会用丹火？我看着目瞪口呆的林青竹，不禁哑然一笑。没有必要这么吃惊吧。林青竹努力地平复着内心的震撼，过了好半晌才终于长呼了口气，接着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你说的倒是轻巧，你这家伙能发出丹火，就说明你必然已经踏入了金丹大道。刚才我问你具体是什么修为，你这家伙还跟我藏着掖着不肯说。我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好了，我看咱们还是先走吧。话落，我便带着两名少女离开了此地。回到家后，两名少女一脸呆滞地坐在沙发上，似是还没有从今天的事中缓过神来。于是我便拉着两人来到了阳台上，接着一边欣赏窗外的夜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两名少女被我逗得娇笑连连，也配合着我开起了玩笑。随后他们聊起了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气氛也渐渐地舒缓了下来。随着夜色渐深，林青竹和徐莹莹都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而我也回了自己房间。另一边，齐家别墅内，齐天磊不时地瞥向客厅的时钟，眼下已是深夜12点多，但江自在却一直都还没回来，这让齐天磊不免有些担忧起来。怎么回事？都这么晚了，江老怎么还没回来？一旁的吴胜天也皱了下眉，是有点不太对劲。闻言，齐天磊犹豫了一下。吴师傅，江老他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难道他也不是那小子的敌手吗？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吴胜天抬手打断了。不可能，那小子就算再逆天，也绝不可能是我师傅的对手。有可能是师傅中途遇到了点什么事给耽搁了，所以才没有回来。齐天磊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才再次看向吴胜天。吴师傅，要不咱们给江老打个电话吧？吴胜天轻轻地点了下头。那你把我手机拿过来吧。齐天磊赶忙将吴胜天的手机帮他拿了过来，但随着手机中传来对方关机的提示音，吴胜天不由皱了皱眉。随着天光大亮，一夜未睡的吴胜天眼眶已经有些微红。齐天磊也陪着他等了足足一夜，期间也多次给江自在打过电话，却始终提示关机，包括吴胜天发的信息也一直没有回复。齐天磊看着已经亮起来的天色，有些犹豫地看了吴胜天一眼。吴师傅，我的人一大早就在那小子的小区蹲守着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若是那小子现身了，恐怕江老就很可能凶多吉少了。吴胜天深吸了口气，好，那就有劳齐少了。齐天磊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电话接通后，齐天磊走到旁边小声地交谈了几句，接着一脸沉重地回到了吴胜天的面前。吴师傅，我的人告诉我，他们刚才看见宁望叔出门了。闻言，吴胜天的面色顿时一片惨白。怎么可能？师傅怎么会不是那小子的对手？齐天磊长叹了一口气。吴师傅，你也别太悲观了，兴许昨晚江老师遇到了什么其他的事，压根就没有去找那小子，可能他在的地方手机没信号，又或者是不慎把手机给打坏了，所以才联系不上。说着，齐天磊突然拍了一下脑袋。对了，之前江老不是说他要替白家出战7省5盟大赛吗？他最迟14号就得前往大赛举办地。如果江老没事，相信最多过几天他肯定会回来的。你也可以联系一下白家，看看白家那边有没有江老的消息。听到齐天磊的话，吴胜天猛然醒悟过来。对啊，也许师傅只是被其他事情给耽搁了。齐少，麻烦你带我联系一下白家，以我的名义帮我问问白家那边可有我师傅的消息。闻言，齐天磊点了点头，接着便离开了别墅。不多时，齐天磊就找到了白家的家主白景川。
电话拨通后，齐天磊一脸焦急地拿着手机。白家家主您好，我是齐家的齐天磊，请问您能联系上江自在大师吗？他现在失踪了。电话那头传来了白景川略带疑惑的声音。我从没听说修仙世家中有齐家，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找江自在？齐天磊长叹了一口气，接着把江自在失踪的原因告诉了白景川。得知此事后，白景川无奈地摇了摇头。抱歉，我也没有收到江自在的消息。电话那头传来了齐天磊的叹息声。那好吧，很抱歉打扰到您，我先挂了。电话挂断后，白景川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忧愁。七省武盟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若是江自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什么事，导致赶不及这次的七省武盟大赛，那我的损失可就大了。话落，白景川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青年男子。白耀辉，你去帮我查查江自在的行踪，顺便再联系一下特殊调查部，问问他们有没有发现江自在的尸体。他话音刚落，白耀辉便恭敬地离开了此地。过了一会儿，他一脸沉重地回到了白景川的面前。爸，我刚才去查了江自在的行踪，监控画面里显示他跟着3个小孩走到了巷子里，几人在里面大概待了10几分钟，最后出来的只有那3个小孩。闻言，白景川顿时长叹了一口气，这就都对上了。那个齐家的人说，江自在在失踪前去找了他的仇人，看来江自在现在怕是已经殒命了。可是江自在的实力无比强盛，怎么会打不过一个19岁的小孩呢？就在这时，爸，如果江先生真的丧命于其手，那这人的实力岂不是高于江先生？咱们何不试着去请对方来为我白家出战？我苦修万年，终于飞升仙界。却发现所谓的仙界竟然是穿越前的地球，就连当年的班主任都还在，甚至还喊我去参加高考，这是什么情况？这里难道不是仙界吗？望着四周一栋栋耸立的高楼大厦，我的内心瞬间震撼不已。我不但没有升到仙界，反而回到了地球，回到了我的故乡临川市。不对劲，我明明在苍元界苦修了整整9000多年，可是为什么这里看起来跟我穿越之前相比，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就在这时，我的心中突然闪过了一个荒谬的想法。难道地球跟苍元界的时间流速是不同的？我在苍元界虽然经历了9000多年，但地球上却没有过去太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说妈和妹妹若萱都还健在？想到这里，我顿时兴奋起来，身体都忍不住有些发颤。随后我又仔细地感知了一下自身，竟然发现空有一身灵力，却只能发挥金丹巅峰的实力，就连神识外放都无法做到。可一想到有机会再见到母亲和妹妹，我就觉得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随后我便根据之前的记忆朝家的方向赶去。正当我一边走一边感慨时，一名穿着朴素的少女正好走进了这条小巷。看到那名少女，我立马露出了一抹惊喜的表情。若萱，但当妹妹扭头看到我后，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转身就跑。见状，我跑到了妹妹身前，然后拦住了她。若萱，你为什么看到我就跑？宁若萱重重地推了我一把。你算什么哥哥？如果不是你，妈又怎么会出车祸被撞死？你还不如干脆就死在外面算了，还回来干什么？闻言，我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什么？妈妈出车祸死了？宁若萱抬手擦了擦眼泪。要不是你无故失踪，妈怎么会为了去找你，不慎被人醉驾撞死？是你害死了妈！你知不知道那个罪魁祸首现在依旧逍遥法外？如果你真还想让我认你这个哥哥，那么一定要让那个凶手给妈偿命！听了妹妹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没有丝毫犹豫的点了点头。好，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宁若萱长叹了一口气。那个人叫徐一鸣，是鼎盛集团董事长的儿子。我拍了拍宁若萱的肩膀。若萱，那我先走了，等我办完了事再回来找你。3天之后，你就会听到他的死讯。话落，我转身就走。身后的宁若萱见我真要去做傻事，急忙追了上来，可我却将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等我赶到了鼎盛大厦时，我先是在身上施加了一道隐身法诀，随后便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鼎盛大厦，并通过搜魂术得知徐一鸣此时正在一家会所内。10几分钟后，我来到了那家名为云殿的会所门口，借着隐身法诀，我跟着服务员进入一间又一间包厢，终于在最里面的包厢内看见了那位罪魁祸首。在徐一鸣打发走服务员后，我撤去了隐身法诀。徐一鸣看到突然出现的我，顿时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我没有说话，而是直接释放出了一缕威压。霎时间，一股寒意充斥了整个包厢。接着，我在他的面前捏了一道法诀，一枚散发着幽光的诡异符咒凭空浮现。随即，我冲着他冷笑了一下：“看好了，3天后杀死你的就是这一道咒印。在他被触发之后，你会承受如同万蚁噬心般的痛苦，直至彻底死去。”说话间，我缓缓将掌心的那枚咒印打入了徐一鸣体内。现在我会封印你刚才这一段的记忆，好好享受这3天的时光吧。下一刻，就见徐一鸣身躯一震，眼中蓦地浮现出一抹恍惚之色。等他回过神后，我早已不见踪影。几小时后，
许一鸣醉醺醺的从会所里走了出来，随后坐上车离开了。等他回到家时，却发现老爸徐胜川正跟一个老头聊得开心。看到徐一鸣进门，原本还在说话的两人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他。徐胜川见他又成了这副德行，当即就骂了他几句。可他身边的那个老者却皱着眉头，一直盯着徐一鸣看。而徐胜川很快就注意到对方的神色不对劲，连忙凑到了那名老者的身边。林老，您为什么一直看我儿子？老者犹豫地看了徐胜川一眼。令公子最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该招惹的人？闻言，徐胜川倒吸了一口凉气。林老，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儿子怎么了？那老者严肃地摇了摇头。徐老板，要是我没看错的话，令公子体内好像被人打进了一道咒印，这道咒印恐怕会要了令公子的命。听到这话，徐胜川大惊失色，可徐一鸣却不屑地笑了一下。吓唬谁啊？真当我是3岁小孩，会信你这糟老头子的胡说八道啊？他话音刚落，就被徐胜川狠狠地踢了一脚。接着徐胜川一脸绝望地看着那名老者。林老，只要您能帮小儿破掉他体内的咒印，救他一命，我愿意给您1000万的酬金。爸，你怎么神神叨叨的？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徐胜川抬手打断了。那老者听了徐胜川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算了，看在咱俩交情的份上，我就试试吧。话落，那名老者的双手开始在空中来回摆动。下一刻，一个法阵慢慢显现出来，紧接着那个法阵闪了一下微光，瞬间出现在了徐一鸣的头顶上方。一道道灵光从法阵中洒落下来，他额头眉心的位置突然浮现出一道深邃的咒印，那道印记散发出一抹幽光，将那些灵光全部挡住了。看到这一幕，老者顿时脸色微变，随后他逼出一滴精血，然后弹指打在那道法阵上，法阵光芒大盛，强行将阻挡的那抹幽光给压制了下去。另一边，出租屋里感受到咒印变化的我，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好大的胆子，竟敢碰我的咒印，找死！话落，我手捏法诀，嘴中念念有词，霎时间，一道法印瞬间成型，然后迅速激发出去。与此同时，徐家别墅里，那个老者此时还在继续催动法阵，不断压制着徐一鸣眉心那道印记的力量。就在这时，那道原本被压制的咒印突然爆发出强烈的幽光，老者身体一震，当场就被震飞出去，最后重重地撞在了后面的墙上。见状，徐胜川赶紧冲过去把老者扶起来。老者费力地咳了几声，然后苦笑着摇了摇头。徐老板，您还是另请高人吧。令公子体内的那道咒印绝不是普通人能施展的，下咒的人修为远比我高。现在唯一能救令公子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人，恳求对方收回咒印。徐胜川焦急地看着老者。林老，还请您指点，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人？闻言，老者摇了摇头。这就得问令公子自己了，他最近到底得罪了什么人？话落，老者颤颤巍巍地走向大门。好了，徐老板，老朽眼下身受重伤，不便在此久留，就先告辞了。待老者离开后，徐胜川狠狠地瞪着徐一鸣。你给我说清楚，最近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徐一鸣缩了缩脖子。爸，我前几天酒驾撞死了一个女人，但我早就让人查过那个女人的资料，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上高中，根本不可能有能力给我下咒啊。除此之外，我真的想不出得罪过谁了。徐胜川深吸了一口气。既然你想不出具体得罪了谁，那就继续给我想，要还想不起来，到时候可没人能救得了你。另一边，我感受着逐渐平稳的咒印，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徐一鸣，你还想找人破开我的咒印，真是异想天开啊！就在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通电话后，宁若萱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哥，你到底去哪了？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闻言，我长叹了一口气。妹妹，我没事，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你现在过来找我吧。挂断电话后，我给宁若萱发了个共享位置。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宁若萱的声音便在门外响了起来。哥，快给我开门！我忐忑地将门打开了一个小缝，下一秒，宁若萱哭着扑进了我的怀里。哥，你这段时间到底去哪了？接下来，我将自己穿越到苍元界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宁若萱。宁若萱呆呆地看着我。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而不是在编故事骗我，想让我能够就此原谅你？我知道妹妹此刻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恐怕未必能接受我所说的这一切。于是我心念一动，将自己的本命法器望舒剑召唤了出来。妹妹，这是我的本命法器，我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很扯淡，所以我只能施展出一些修仙者的手段，让你知道我并无虚言。宁若萱震惊地看着飘在空中的望舒剑。哥，我现在彻底相信你了，毕竟哪个正常人能凭空召唤出一把剑啊？话落，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所以你现在真的是神仙吗？我苦涩地摇了摇头。我的确是飞升了，但因为并没有飞升到仙界，所以并未蜕变成仙体和仙魂。而且我回到地球后，体内的元神和灵力都受到了禁锢和压制，目前只能发挥出极少一部分的力量，所以我现在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仙人。宁若萱听了我的解释，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哥，现在离高考就剩下半个月了，你还打算参加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吧，我肯定会参加高考的。毕竟爸妈活着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咱们能考上一所好大学。但我这几天还不会去学校，因为我得先赚点钱，不然你每天就吃点青菜之类的，身体哪扛得住呢？话落，我冲着宁若萱笑了一下。时间也不早了，
你先回学校的宿舍吧，不然一会儿可就封寝了。宁若轩不舍得点了点头，接着便离开了出租屋。我则躺在床上研究着赚钱的法子。一番思索过后，我决定明天去一趟医院，因为我飞升到地球后，将苍原界的灵草和灵丹也带了回来。若是将它们卖给重病的人，恐怕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来到了医院。正当我思考着该怎么跟患者推销自己的灵药时，迎面走来了一个中年男人。那男人看着我的脸愣了几秒。你不是老宁的儿子吗？我叫何明远，你还记不记得我了？我有些迟疑地看了他一眼。您是我爸爸的工友，对吧？对面的何明远刚想说些什么，他的身上却突然升起了一丝黑气，这是邪气入体的表现。于是我赶紧抬手打断了他。何叔，你最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们工地前2天确实发生了一些怪事，有个工友说他半夜看见有纸人在天上飘，但我当时只当他是眼花了，所以并没有在意。但从那之后，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弱。听了何明远的话，我的心下顿时了然，看来何叔所在的那个工地应该是有妖邪之物在作祟。想到这，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何叔，你这是被邪祟吸了精气，恐怕会有性命之忧。我先帮你把体内的邪气给驱散吧。可何明远却面带迟疑地看着我。小宁啊，你怎么神神叨叨的？要不你也去挂个号吧？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等我帮你把体内的邪气驱除，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话落，我拉着何明远走进了一旁的卫生间，将门锁上之后，我抬手掐了一道法诀，而后往何明远的眉心一点，下一刻，一缕缕黑气便从他的体内散溢而出。何明远一脸震惊地看着那些黑气，旋即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小宁，你真的会驱邪啊？我则轻笑了一声。何叔，你现在相信我了吧？见状，何明远刚要说些什么，可他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几句，脸色立刻就阴沉了下来。挂断电话后，他焦急地看了我一眼。小宁，我外甥突然昏倒了，他现在就在那个闹鬼的工地，你说他是不是也被邪气入体了？闻言，我点了点头，估计是这样的。何叔，你带我去一趟你们工地，我出手帮你外甥驱除体内的邪气，顺便看看你们工地是个什么情况。说着，我跟何明远一起走出了医院，然后打车赶往了工地。下车后，我看着眼前浓厚的邪气，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脸色泛黑的青年正躺在人群中，时不时的还会抽搐几下。一旁的何明远见状，赶紧带着我跑到了青年的面前。我看着凝聚在青年眉心处的黑气，对着何明远摇了摇头。何叔，你外甥被邪祟附体了，怕是很难撑过2天。不过有我在，问题就不大。话落，我走向了那名青年，却被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拦了下来。你个江湖骗子，在这鬼扯什么呢？还不快滚！说着，他恶狠狠地瞪了何明远一眼。赶紧把你外甥送去医院，可别真出了事。要是因此延误了工期，我可是要赔上一大笔钱的。何明远则冲着那个男人点头哈腰。张总，小宁他不是江湖骗子，他真的帮我驱除了体内的邪气啊！你看我的脸色，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闻言，其他工人看了何明远一眼，这会儿他们也发现何明远的精神状态看着是比之前好了太多。一时间，人群中传来了窃窃私语声。老何看着是不像之前那么虚了。是啊，之前他的脸色看着就蜡黄蜡黄的，甚至还有点泛黑，但现在却明显没有那种感觉了。咱们会不会也被邪气入体了？可张总却不屑地笑了一下。何明远，你少在这里胡扯，这世上哪有什么邪祟不邪祟的？我则拍了拍张总的肩膀，你可以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但你自己看看你旁边的这些工人，他们有哪一个脸色看上去是正常的？我敢说不出1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病倒。至于何叔的这个外甥，给我几秒钟就能搞定，不会耽误任何事情，所以你最好给我让开。说完，我径直走向了躺在地上的青年，接着伸出2根手指在空中一挥，一抹灵光顿时在我的指尖浮现。见状，现场的众人全都睁大了眼睛。我的天，他的手指在发光！难不成他还真是一位高人？那光的颜色也不像是什么化学反应能产生的。就连张总的脸色也有些惊疑不定起来。我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而是直接将手指按在了青年的眉心上。聚集在青年眉心处的那团黑气顿时剧烈沸腾起来，并发出阵阵轻微的嗤嗤声响，然后迅速的消融。随着那些黑气不断的被消融，那青年的眉心处突然传出一声尖锐的笑音。下一秒，一张纸人带着一团黑气，凶狠地扑向了我的面门。可我却冷笑了一声：小小邪祟在我面前还敢造次，给我死！话落，我伸出手指朝着纸人轻轻一弹，一抹灵光闪过，那张纸人蓦地一顿，紧接着发出一道凄厉的尖叫。与此同时，他的身上燃起了一道青色的火焰。在那青色火焰的焚烧下，那纸人身上不断的冒出道道黑气，仅仅数息之间，那纸人便彻底的被焚烧成了一缕灰烬。做完这一切后，我转身走到了何明远的面前。何叔，你外甥应该马上就能醒过来了，不过此地不是活人该待的地方，你还是赶紧带着你外甥离开这里吧。就在这时，我的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声。你们快看他的脸色，完全没有之前那样泛黑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闻言，其他人先是看了看那个青年，接着全都将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过了一会儿，一个工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小兄弟，我们可以给你钱，你能不能帮我们也看看？我则冲着他笑了一下，当然没问题。说完，我当即捏了一道法诀，接着扬手一挥，灵光洒向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紧接着，
所有人的身上都突然冒出了一缕缕黑气，不过片刻之间，那些黑气便消散在了空中。做完这一切后，我跟何明远道了个别，随即转身就走。可张总却抬手将我拦了下来。大师，鄙人名叫张勇，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都怪鄙人见识浅薄，才出言冒犯了大师，还请大师切勿见怪。大师，你刚才说我这工地要是不把问题解决的话，迟早会闹出人命，不知道能不能劳烦你出手帮我解决这问题？只要你能帮我，我必有重谢。闻言，我直接伸出了一根手指，给我100万现金，我帮你消除后患。你别觉得我要价高，要不是眼下我刚好需要点钱，区100万就想请我出手，就算多加2个0，我也未必会看一眼。张勇连忙点了点头，我现在就给财务打电话，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能帮我驱邪呢？我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而后伸出手指，在上面画了4道符篆，接着将符篆撕下来塞到了张勇的手里。你现在把这4张符篆分别贴在东南西北的4个角落，最多3天就能解决这里的问题。张勇拿起符篆看了一眼，脸色顿时有些阴沉。大师，这上面怎么没有字啊？你不会是在骗我吧？我则不屑地笑了一下。你若信不过我，那就把这几张符篆还给我。如果你这工地真闹出了人命，或者你事后又反悔了，想再找我，我可未必还有兴趣帮你，价钱也不可能还是这区100万了。张勇连忙摆了摆手，别啊，大师，我就是随口问一嘴，你千万别放在心上。话落，他招呼着众人，将4张符篆贴在了工地的4个方位上。紧接着，张勇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我刚才给财务发了消息，那100万马上就能给您。他话音刚落，工地的门口就出现了一辆商务车。车门打开后，一个拿着皮箱的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见状，张勇连忙将皮箱接了过来，然后将皮箱恭敬地递到了我的面前。大师，这里头是100万，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点一下。闻言，我轻笑了一声，不用，我相信你不会在上面作假，毕竟你应该知道得罪了我会是什么后果。说着，我抬手一挥，将皮箱收进了自己的储物戒里。在场的众人看着突然消失的皮箱，不由得发出了阵阵惊呼声。与此同时，刚刚贴好的那4张符篆同时发出了一阵嗡鸣声，随后蓦地绽放出一抹璀璨的灵光，直接冲天而起，而后化作了一道光幕，笼罩了整个工地。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下，一团团黑气从地下涌出，而每一团黑气中都有着一个面目狰狞的纸人。那些纸人嘶吼着扑向了贴着的那4张符篆。然而还未等那些纸人靠近，那4张原本空白一片的白纸上突然浮现出一道散发着灵光的符篆。下一刻，紫色的惊雷从那些符篆中迸发出来，而后狠狠地劈在那些纸人身上。那些纸人的身上纷纷燃起了烈火，顷刻便被焚成灰烬，最后随风而散。张勇足足愣了10来秒，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紧接着，他一下子跪在了我的面前。大师啊，你果然是真正的高人，这100万花得太值了。我则是笑着将他扶了起来，接着又嘱咐了他几句，这才转身离开了此地。接下来，我先是去了一趟银行，将那100万全都存进了卡里，随后便打算回家好好的睡一觉。但当我走到了一条小巷子时，对面却突然出现了几个面目狰狞的小混混，一个黄毛嚣张的走到了我的眼前。我们家徐大少爷前几天把你妈给撞死了，但我们少爷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所以特地让我带着谅解书来找你。只要你签了这张谅解书，就能得到50万的赔偿款。50万买你妈的那条贱命，够值了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我一拳打飞出去10几米远。我一个闪身来到了他的面前，随即朝着他疯狂地挥舞着拳头。我妈现在已经走了，还要被你们这么侮辱，我非打死你不可！然后硬生生地将他拎了起来。黄毛在半空中疯狂地挣扎。我大哥蒋龙可是临川市的老大，你要是杀了我，他一定会为我报仇的。闻言，我狰狞地笑了一下，那我就在他为你报仇之前杀了他。下一刻，2道真火蓦地从我的掌心涌出，那个黄毛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已经被焚烧殆尽，化作一缕缕青烟消散。远处的混混们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幕，全都惊恐地四散而逃。我随意地挥了挥手，一道道真火瞬间朝着他们激射而出。不过片刻的功夫，地上便只剩下了一小团灰烬。做完这一切后，我在心中默念着蒋龙的名字，随后抬手掐了个法诀，蒋龙的位置立刻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下一秒，我朝着蒋龙的位置激射而去，不过片刻之间便来到了蒋龙的别墅前。接着，我狠狠地踹开了别墅的大门。蒋龙是哪个？给我滚出来！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子看了我一眼。你是什么人？连我的家宅都敢硬闯？他身边的小喽啰也纷纷走向了我，我则不屑地看着那个刀疤男。看来你就是蒋龙了，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来杀你的就行了。就在这时，一个小喽啰气势汹汹地冲向了我。见状，我冲着他吹了一口气，那个小喽啰瞬间倒飞了出去，随后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这一幕让蒋龙顿时大吃一惊，那些小喽啰看向我的目光中也带上了几分惊惧之色。见状，我伸出手指轻轻地划了一下，一抹微芒从我的指尖掠过。下一刻，小喽啰们的身躯突然一僵，而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接着，我对着蒋龙隔空挥了一拳，一道凌冽的拳风冲向了蒋龙，将他死死地打进了墙里。蒋龙一脸绝望地看着我，不要杀我，我可以给你钱。可我却注意到他的眼底闪过了一抹狠色，紧接着他的手里出现了一把手枪，然后对着我狠狠地扣动了扳机。随着枪声响起，一颗子弹瞬间爆射而出，可我只是伸出手指轻轻一点，
那子弹便直接凝固在了半空。看到这一幕，蒋龙脸上的狞笑顿时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惊骇与恐惧。见状，我不屑地笑了一下，枪械在我面前毫无用处。说完，我伸出的那根手指又隔空轻轻的一弹，被凝固在半空的子弹瞬间倒飞回去，而后直接没入了蒋龙的眉心。蒋龙死死地瞪着眼睛，渐渐地失去了气息。我对着众人的尸体挥出了一团火焰，接着便转身走出了别墅。回到家里后，我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满足地叹了一口气。现在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参加高考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边复习着以前的知识，一边试着修炼，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修为。但我能动用的力量却始终都是金丹期巅峰的层次。时间很快便到了高考的那天，我坐在考场内奋笔疾书，最后顺利地考完了所有的科目。但当我走出了考场后，却突然感觉到那股压制我修为的力量居然莫名的松动了几分。我能动用的灵力竟恢复到了元婴初期的水平，就连神识也能稍稍外放，笼罩方圆1公里左右的范围。正当我思索自己突破的元婴时，身后却突然响起了宁若轩的声音：“哥，你考得怎么样？”我扭头冲着他笑了一下，考得还不错。对了，我打算报考隔壁市的江南大学，到时候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宁若轩笑着拉住了我的胳膊。那我这一年好好学习，等明年就去找你。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好了，你得回学校了。闻言，宁若轩乖巧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了考场。我则向着出租屋的方向走去。将出租屋的门打开后，我看着里面老旧的装修，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看来还是得自己买套房子。不过临川市的房价这么贵，我手里的这100万怕是不够，不如将我从苍原界带回来的灵玉卖掉吧。想到这，我从储物界中拿出了2块灵玉，然后用灵力将它们雕刻成一对龙凤玉佩。第二天一早，我赶去了全市最大的古玩市场，接着在路边支了个小摊。过了一会儿，一名老太太在我的摊位前停了下来。我刚想向她推销自己的玉佩，可那个老太太却直接将玉佩攥在了手里。你这玉佩怎么卖呀？见状，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100万1块。那个老太太瞬间瞪圆了眼睛。就这么一块破玉佩，你要10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这样吧，500块钱我就拿走了。我被老太太气得笑了一下，随即冷冷地盯着她：“你还是去别的摊位看看吧，麻烦你把我的玉佩放下。”可老太太却依旧死死地攥着我的玉佩。你是觉得我买不起吗？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好像谁稀罕似的。闻言，我强忍着怒气走到了她的面前。我给你10秒钟时间，你要是再不放下我的东西，就别怪我自己动手了。谁知我话音刚落，那个老太太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来人啊！打人了！这个小伙子要欺负我这个老太太。周围的路人听到了她的嚎叫声，纷纷诧异地望了过来。我懒得再跟她废话，伸手想要将那玉佩从她的手里抠下来，可老太太还是攥着玉佩不肯撒手。于是我只能激发出了一道灵力，直接控制住了她的双手。老太太的手指缓缓松开，我这才顺利地将玉佩拿了回来。老太太见玉佩被我拿走，连忙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人欺负我一个老太太，居然强抢我的东西，还有没有天理？与此同时，一个男子从人群中走到了我的面前。小伙子，你有点过分了吧？连一个老人的东西都抢，大家伙赶紧报警，可别让他给跑了。闻言，我从摊位上拿起了另一枚玉佩，接着递到了他的眼前。我这2枚玉佩本就是一对的，你要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别在这里拉偏架。可那男子却连看也没看，而是一脸气愤地指着我的鼻子。那你也不能直接动手，从一个老人家手里强抢回去啊！要是不小心伤到了老人家，你负得起责吗？我则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合着我拿回我自己的东西反而还不对了是吗？我这枚玉佩价值100万，如果这个老太太损伤了我这玉佩，你赔吗？那男子被我的话吓了一跳，周围的人也都吃惊地看着我手上的那枚龙形玉佩，但那个老太太却还是不依不饶。你这么一块破玉佩卖我100万，这不是摆明了要讹人吗？我都给他出价500块了，他不卖也就罢了，还直接对我一个老太太动手，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了？可我却并没有理会他的胡搅蛮缠，而是转身回到了摊位前。我这玉佩卖多少钱那是我的事，如果你自己不嫌丢人，那就继续在这撒泼打滚吧。此时的众人也弄清楚了事情的情况，纷纷开口劝阻老太太。老人家，您要是觉得太贵，那就走吧，何必要跟人家这么闹腾呢？虽然我对玉石只是略懂皮毛，但也可以看得出来，人家那2块玉佩还真不是什么便宜货，少说也得10万8万起步。不想那老太太听到了其他人的劝说，反倒是怒冲冲地骂了起来。明明是他动手打人，你们怎么还帮着他说话？你们该不会是跟他一起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老太太吧？闻言，
刚才开口劝说的那几人一阵无语。人家不过就是拿回自己的东西而已，你这老太太也有点太强词夺理了吧？这纯粹就是在倚老卖老。老人家，你还是赶紧走吧，500块钱就想买人家价值100万的东西，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面对众人的指责，那老太太又开始嚎丧起来。天哪，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这些人居然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老太太啊！这世上还有没有公道了？看到这老太太又开始撒泼打滚，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纷纷摇头，看向我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同情。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清冷的女声：“宁望叔，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扭头一看，只见来人是我们班的班花林青竹，而她的身旁则站着一名老者。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居然在那个老者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汹涌的灵气波动，并且那名老者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化元期巅峰，只差一步便可冲击金丹大道。就连林青竹的修为也达到了炼气6层，这让我的心里闪过了一丝疑惑。没想到地球上居然也有修仙之人，能在灵气稀薄的地球上修炼到这种程度，他们的实力一定不容小觑。想到这，我起身来到了林青竹的面前。林班花，好久不见啊！林青竹笑着指了指他身旁的那位老者。宁望叔，这位是我的爷爷林国安，他对你手里的那2块玉佩很感兴趣。闻言，我笑着将玉佩递到了林国安的眼前。原来是林老爷子，您要是感兴趣，可以上手看看。林国安接过玉佩，客气地笑了笑，接着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感知什么一样。很快他就睁开了眼睛，随即猛地抬头看向了我。小伙子，你这2枚玉佩当真只要100万一枚吗？他的话让四周围观的那些人都怔了一下，就连那个撒泼打滚的老太太这回都停下了哭嚎，有些愕然地看向林国安。而我自然明白林国安的意思，林国安作为修行之人，肯定感知到了我这2枚玉佩中蕴含着浓郁而精纯的灵气。于是我对着林国安点了点头。当然，不过如果林老爷子您想要的话，我可以给您打个8折。不想林国安却是赶忙摆了摆手：“不用，你这2枚玉佩才100万一枚，我都觉得太便宜了。这样吧，这2枚玉佩我都要了，一共给你500万。”闻言，我的心里顿时一阵狂喜，没想到这个林老爷子居然这么识货。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修行之人来说，要是能炼化玉佩中的灵气，或许就能借此冲击一下金丹大道了。所以他花大价钱买这2块玉佩也合理。但他和林青竹是我在地球上第一次遇见的修仙者，不如让他欠我一个人情。这样，如果我以后需要他们的帮助，那他们肯定不会拒绝我的。想到这，我冲着他摇了摇头。林老爷子，既然我自己之前开了价是100万一枚，您真想买的话，就还是按照这个价给我就好。林国安笑着拿出了手机。那这2枚玉佩我就拿下了，还请小兄弟把你银行卡号给我说一下，我这就给你转账。林国安也很快就把钱转了过来，接着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对了，小伙子，你这2枚玉佩是哪来的？你手里还有没有更多的这种玉佩？我自然清楚林国安为何会这么问，无非就是想得到更多的灵玉。不过卖掉了这2枚玉佩，我手里的钱已经足够，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再拿出更多的灵玉来卖。于是我装作伤心的摇了摇头。这2枚玉佩是我家里祖上传下来的，就只有这么2枚，要不是正好急需用钱，我也不会拿出来卖掉。闻言，林国安叹了一口气：“小伙子，那我们就先走了。”一旁的林青竹也向我挥了挥手：“宁望叔，再见了。”目送2人离开后，我也转身打算离开此地，但那个老太太却抬手将我拦了下来：“你刚才把我打伤了，必须得赔钱，不然你今天就别想走。”话落，他再次躺在了地上。你刚刚那2枚玉佩卖了200万呢，我只让你赔100万，不过分吧？见状，我深吸了口气，若不是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真有点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老太婆。不过虽然不好直接将她拍死，但我也想给她一点教训。于是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眼中蓦地掠过一抹异芒。在其他人眼中，我只是看了那老太婆一眼而已。但是当那老太婆的目光接触到我的眼神后，却是陡然一震。下一秒，老太太便被我拉进了我制造的幻象中。在幻象里，我死死地掐着她的脖子，直接将她拎在了半空中，然后疯狂地扇她的脸。100万是吧？你放心，等我扇死你个老畜生，就会给你烧100万一冥币下去的，到时候你在地下怎么也花不完。与此同时，周围还有无数的厉鬼在狰狞张牙舞爪，围着那老太婆狞笑不止。虽然是幻象，但对那老太婆而言，感受却无比的真实。她是真觉得自己要死了，尤其是那些厉鬼，更是吓得她魂不附体，以至于她脸上都现出了求饶之色，疯狂地摇着头。我不要了，求求你饶过我吧，我错了。闻言，我冷哼了一声，这才收回了幻象，接着转身离开了古玩市场。但我走着走着，却突然感受到一阵凛冽的杀气。与此同时，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拦住了我的去路。你就是宁望叔吧？有人花5个亿雇我来取你的性命，让我来看看你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我感受着他身上那股来自化元气的修为，心中顿时了然。看来徐一鸣的家人已经发现是我杀了他了。不过他的家人居然会让修行者来杀我，真是不自量力啊！那男人见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一个闪身来到了我的面前，随即张开五指狠狠地抓向了我。我伸手轻轻一挥，一重无形的屏障瞬间将我笼罩其中，伴随着一声闷响，男子的五指狠狠地抓在了那无形护罩上。那男子顿时惨叫了一声，
捂着手连连后退。见状，我抬手捏了一道法诀，一抹灵光化作绳索，猛地飞向他，接着将他死死地绑住。我则不紧不慢地走到了男人的身前，随即对他使出了搜魂术。原来他是暗杀组织血神殿的杀手，和其他的暗杀组织不同，血神殿里面的杀手全都是修行之人，而这个男人此次前来暗杀我，是受了徐一鸣的父亲徐胜川所托。得知此事后，我在心里冷笑了一下，看来这个徐胜川是个大麻烦啊！还有这个血神殿，我同样不会放过。想到这，我瞥了一眼那个男人，接着张开手掌，隔空一捏，男人的身体瞬间变成了一股青烟。徐胜川，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那我就亲自登门送你一程。赶到了徐家的别墅后，我抬腿猛地踹开了别墅的大门，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了2楼。过了一会，一个中年男人从一旁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随即从背后抽出了一把尖刀。宁望叔，我不是雇了杀手去杀你吗？你怎么还活着？闻言，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看来你就是徐胜川了。你雇的那个废物杀手被我杀了，现在你也该去死了。话落，我直接打出一道咒印落在徐胜川的体内。下一刻，徐胜川的身躯突然一震，他剧烈地挣扎了几下，最后无力地跪在了地上。我看着已经暴毙的徐胜川，不屑地冷笑了一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收回目光后，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徐家。接下来的1个月里，我先是花200万买了套精装房，并把宁若轩从学校接到了家里，随后便将修炼的功法传授给了宁若轩，而她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很快就修炼到了炼气1层后期。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来到了高考分数公布的那天，但当我输入了自己的准考证号后，手机上显示的画面却是一片空白。但很快我就注意到了成绩查询界面下方还有一行小字：你的位次已进入全省前50名，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见状，我忍不住笑了笑，看来我的总成绩进了全省前50，被暂时屏蔽了成绩。此时宁若轩也注意到了那一行小字，开心地摇了摇我的胳膊：哥，咱们今晚做顿好吃的吧，庆祝一下你考了全省前50。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我好奇地将门打开，只见张勇正一脸笑意地看着我。大师，好久不见啊！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呢？张勇有些心虚地挠了挠头。大师，我是有事想求您，所以特意问了老何，知道您住在这，就冒昧找了过来，还请大师见谅。我无所谓地摆了摆手，张总，你先进屋再说吧。张勇连声道谢，跟着我走进了屋内，接着他忐忑地看了我一眼。大师，我这次来也算是受人所托。我之前有幸结识了一位很牛的大佬级人物，但最近那位大佬似乎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正四处打探哪里有什么厉害的高人。我听说了这事后，跟那位大佬提了一下你的事迹。那位大佬对大师你很感兴趣，想让我代为邀请你去见一面。闻言，我笑着瞥了他一眼。张总，你这是在拿我当自己的人情啊？我话音刚落，张勇立刻慌张地摇了摇头。只要你愿意去跟那位大佬见一面，不管那位大佬给大师你多少酬劳，我都再另外多给200万答谢你。不知大师意下如何？张勇的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心动，毕竟我这几天一直在考虑，等去了江南大学后，要不要在学校附近再买一套房子，因为我平时要修炼，住宿舍总归是不太方便。不过江南市的房价简直贵得离谱，哪怕只是买一套小户型，起码也得200万上下。虽然我只要再卖2块领域就能凑够买房子的钱，但现在张勇给我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渠道，那我自然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于是我对着张勇点了点头，那就这么办吧，你跟那位大佬约个时间，具体什么时候去哪里跟他会面，到时通知我一声就好。张勇激动地对我鞠了一躬。大师，那我明天下午2点半来接您。话落，张勇便离开了我家。第二天，张勇再次来到了我的家中。大师，我这就带你去蓝山会所见那位大佬。闻言，我点了点头。大约20分钟后，张勇开着车来到了一家会所。我们走进包厢时，主位上正坐着一名气质深沉的老者，在其身后还站着几名保镖，而他的左侧则坐着一名虎视英灵的中年男子。张勇一脸谄媚地走到了那名老者的身旁。宋老板，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大师。那位宋老板一脸狐疑地看着我，坐在他身侧的那个中年男子更是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宋老板，你不会觉得这毛头小子能对付得了吴胜天吧？闻言，宋老板阴沉着脸看向张勇，见状，张勇连忙解释了一番。宋老板，大师虽然年轻，但他的能耐那可是真的鬼神莫测。我是亲眼看到大师只是那么一弹指就灭了一个邪祟，而且大师给我的几张符篆也轻而易举地灭掉了不下20-30个邪祟。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中年男子打断了。就算他真能诛灭邪祟，但他的这些手段可未必能对我们这样的武者有作用。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武道高手，那吴胜天早已踏入先天之境，便是我也不敢说能有多少把握能应对得了。这小子毛都没长齐呢，能有多高的修为？让他来助阵，纯属找死。而张勇虽然有心想替我辩驳，但又不敢贸然开口，只能无助地看了我一眼。宋老板此时也皱眉瞥了张勇一眼，我将所有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不禁哑然一笑。
先天之境又如何？在我眼里，先天高手和普通人并无区别。闻言，中年男子顿时冷哼一声：“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连先天境都敢不放在眼里。今日我便让你好好见识一下什么是先天高手，免得你这小辈不知天高地厚，真以为会点诛邪驱煞的手段就能藐视先天境的武者。”说完，他一掌轻轻按在面前的实木茶几上。待他收回手掌后，那实木茶几上竟出现了一道不下半寸深的掌印。看到这一幕，宋老板以及他身后的几名保镖，包括张勇，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半晌，那宋老板终于回过神来，他深吸了口气，眼中满是震撼之色。临川大能胡广济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有胡师傅在，此番与齐家之争总算是有几分把握了。闻言，胡广济露出一抹傲然之色。宋老板过奖，我只用了不足30%功力而已。不过齐家这次找来的那个吴胜天，与我同为先天境的高手，真正交手起来，我也未必敢说能有几分把握。我看着胡广济那得意的样子，索性直接走了上前，然后轻轻地按在那实木茶几上。这很难办吗？说完，我抬起了自己的手掌，实木茶几上顿时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掌印，连指纹都清晰可见。见状，胡广济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但很快就重新变回了鄙视。宋老板看着我的掌印愣了几秒，随后起身走到了我的面前。没想到小兄弟竟也有这等实力，倒是在下方才小觑了。在下名为宋国威，小兄弟快请坐。我则随意地坐在了一把椅子上。我叫宁王叔，请问宋老板遇到什么事了？宋国威长叹了一口气。宁兄弟，我和齐家为了争夺几座矿产，曾有过激烈的冲突，最终我齐胜一筹，拿下了那几座矿。但最近齐家找来了一位高手，直接将我手下的人打得溃不成军。他还说，如果我不将这几座矿拱手让出，那我那几座矿就别想开工。闻言，我不由得愣了一下，那宋老板怎么不报警？可宋国威却苦笑了一下，这种事一般都是靠自己解决的，实力不够就保不住自己的矿，所以如果我想保住那几座矿，就只能打败对方请来的那位高手。说着，宋国威拿出了一张黑卡。宁兄弟，只要你愿意助我保住这几座矿，我可以给你跟胡师傅一样的1000万作为辛苦费，不知宁兄弟意下如何？我略微沉吟了一下，随即伸出了5根手指。宋老板，5000万我帮你摆平此事，不论之后对方再找什么高手来，我都一并帮你解决。我话音刚落，一旁的胡广济就愤怒地站了起来。年轻人，宋老板也给你开出1000万的价码，让你跟我平起平坐，但你居然敢要5000万，未免有点太过于狂妄了吧？我则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正是因为你的出场身价是1000万，所以我才开口要价5000万，以拉开跟你的档次区别。你是什么档次，也配跟我一个身价？何况我既然敢开这个口，自然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胡广济脸色涨红的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非打死你不可！”一旁的宋国威看到胡广济动怒，赶紧快步走到了他的面前。两位还请稍安勿躁，你们2位都是我邀请来助阵的客人，切勿因为这些而起了内讧。但我却在宋国威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犹豫，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会犹豫。毕竟他要是真答应了我的报价，那胡广济肯定不乐意。可他要是将胡广济的报酬也提到5000万，我同样也会不满。在他看来，凭我刚才丝毫不逊于胡广济的那一手，就绝对也是一位高手。胡广济自己都直言没有多少把握能对付得了齐家找来的那个吴胜天，若是能加上我的话，胜算无疑大大的提升。但他却不知道，胡广济根本无法和我相提并论。于是我冲着宋国威笑了一下：“这样吧，宋老板，如果这位胡师傅自己就能解决对方，不需要我出手，那么你只需要付我500万车马费就行。若是这位胡师傅解决不了，那么你就得给我5000万。”闻言，宋国威长舒了一口气：“好，就照宁兄弟你说的。”话落，宋国威有些迟疑地看了我一眼：“宁兄弟，若是你2人单独都对付不了那个吴胜天，需要2人联手的话，这个钱又该怎么算呢？”可我却自信地笑了一下，这种可能性不存在，我一旦出手，就不需要其他人再插手。而宋国威见我如此自信，虽然还是略有担忧，但还是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我就信你一回。”一旁的胡广济则冷笑了一声，但很快他的表情就阴沉了下来。毕竟他要是能击败吴胜天，那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500万。可既然宋国威都开口了，他倒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在这时，宋国威上前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宁兄弟，咱们明天上午就去我的矿场上吧。齐家人这几天一直在那守着，咱们直接过去就行。”闻言，我点了点头：“没什么的话，我就先走了。明日具体何时动身，你直接让张总知会我一声就行。”说着，我特意看了眼站在一旁的张勇。我之所以让宋国威通过张勇来联系自己，就是为了提高张勇在宋国威面前的分量。毕竟我的妹妹还得在临川待1年，兴许真有用得上张勇的时候，现在借此机会卖他个人情，将来也好支持他。而张勇也明白了我的目的，连忙冲宋国威笑了一下：“宋老板，那您明日动身之前知会我一声，到时我去接大师过来跟您会合。
那在下就先告辞了。话落，张勇小跑到包厢的门前，紧接着拉开了大门，而我也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回到家里后，宁若轩已经做好了晚饭。我看着桌子上色香味俱全的菜品，宠溺地摸了摸宁若轩的脑袋。妹妹真是长大了，都会自己做饭了。宁若轩笑着拍了我一下。好啦，哥哥，先吃饭吧。吃完饭后，我回到了卧室，思索着明天的事情，不知不觉便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张勇就开着车过来接我了。车子行驶了2个多小时，我们才终于来到了一片矿山中。早已在此地等候多时的宋国威看见我后，激动地跑到了我的面前。宁兄弟，前面就是我的矿场了，咱们快去吧。见状，他身旁的胡广济撇了撇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当我们刚来到矿场的大门口，就看见有几辆车堵在入口处，两侧还有不下20-30人站在遮阳伞下。那些人看见我们，纷纷面色不善地走了过来。其中为首的2个人，分别是一名青年男子和一个长相凶悍的中年男子。我看着中年男子身上那狂暴的气息，心中顿时了然。此人的修为已经达到炼气期9层，看来他就是吴胜天。他的修为可比胡广济高出不少。就在这时，那名青年笑盈盈地走了上前，然后冲着宋国威嘲讽地笑了一下。这不是宋老板吗？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高手，想以此来对付我齐天磊。不过你找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个胡广济我倒是还认识，至于另一个人嘛……说着，青年不屑地打量了我一眼。你一个毛头小子来这里凑什么热闹？要是我们把你打伤了，你会不会回家哭鼻子？闻言，我冷冷地看着那名青年，就凭你们也想把我打伤？真是笑话！你会为你今天的话感到后悔的，但现在就让胡广济先陪你们玩玩吧。话落，我转身对着胡广济撇了撇嘴。而胡广济虽然被我的话搞得十分不爽，但眼下最要紧的事是打败吴胜天，所以他还是一脸严肃地走到了吴胜天的面前。吴胜天，我知道你乃先天高手，不过我胡某也同样已入先天之境，并没有比你差多少。说着，胡广济直接散发出一股强悍的威压，无论是宋国威等人，还是对面的齐天磊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袭来。一时间，齐天磊与他身后的那些手下顿时面色一变，可我却在心里轻笑了一声。这胡广济自以为他能与对方一较高下，殊不知他的修为与对方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不过这样也好，只要胡广济输了，那5000万可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就在众人惊叹之际，那吴胜天却突然咧嘴一笑。不过区区先天1重的修为，也敢说不差于我？谁给你的勇气？今日我便叫你知道，哪怕同样是先天，也有天壤之别。说完，吴胜天身形一动，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猛地冲了上去。与此同时，吴胜天右拳一握，一股无比狂猛霸道的气势顿时喷薄而出，狠狠地轰向了胡广济。见状，胡广济急忙抬臂招架。下一秒，吴胜天一拳重重地砸在胡广济的双臂上，霎时一股恐怖的巨力袭来。胡广济忍不住闷哼了一声，足足退了10几步，才终于勉强站稳。虽然他稳住了身形，但胸膛却是一阵急剧的起伏，面上泛着一抹异样的潮红，显然是体内气血剧烈激荡，难以平复。他刚才应接吴胜天那一拳的双臂，此刻都有些微微的颤抖。仅此一下，吴胜天与胡广济之间的实力强弱已是高下立判。看到这一幕，齐天磊一脸得意地瞥向了宋国威。宋老板，你找来的这个狗屁武林高手，在我们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啊！他话音刚落，宋国威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但他此时也意识到，胡广济恐怕绝对不是吴胜天的对手。于是宋国威看着我，长叹了一口气：“宁兄弟，这胡师傅看样子是不敌那吴胜天了。眼下你也见识到了吴胜天的厉害，你可还有十足的把握能将其击败吗？”闻言，我淡淡一笑：“宋老板，你就放100个心吧，你只需要准备好答应给我的那5000万就行，其他的交给我便是。”宋国威无奈地点了点头：“宁兄弟，5000万我早已准备好，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胡广济此时也缓了过来，他死死地盯着吴胜天：“你的修为难道已经达到先天3重了吗？”吴胜天冲着他嘲讽地笑了一下：“我的确早已突破至先天3重，并且只差1步便可迈入化元之境。你不过区先天1重的修为，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真是不知死活。”吴胜天双拳一握：“不过你能硬接我一招而不重伤，也算是有几分本事。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接我一招。”吴胜天再次身形一闪，又是一拳凶悍无比的朝着胡广济轰击了过去。吴胜天爆发出的威势，甚至比刚才那一拳更加的狂猛。胡广济只能举起双臂抵挡对方这一拳，二者交汇的瞬间，胡广济顿时倒飞了出去，最后重重的落在了地上。就在这时，齐天磊面带嘲讽的看了我一眼：“小子，你不也是宋国威请来的高手吗？怎么躲在一旁看热闹？是害怕了吗？”闻言，我不疾不徐地走了上前：“你请来的这个吴胜天，连化元期都没达到，不过就是个小卡拉米，你在狂什么呢？”我的话让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不远处的吴胜天更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小子，你找死！我要亲手将你的四肢全部拧断，然后废了你的丹田，让你从此彻底变成一个废人。到时候我看你还如何猖狂！说话间，吴胜天身上弥漫出一股浓烈的煞气，那股恐怖的气势吓得其他人面色发白。可我却淡淡的笑了一下，我没工夫听你的废话，快点上吧！我话音刚落，吴胜天便挥舞着拳头朝着我击射而来。可我面对着威势极其可怕的一拳，却只是轻蔑的笑了一下，随即张开右手，直接抓向了对方的拳头。看到这一幕，吴胜天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狞笑。居然敢直接来抓我的拳头，真是找死！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一把攥住了拳头。吴胜天顿时一愣，然后诧异的看了我一眼。就在吴胜天吃惊之际，我忽然对着他咧嘴一笑：“你刚刚说要拧断我的四肢，是这样拧断吗？”话落，我的五指猛地一拧，一道清脆的断骨声音传出，吴胜天的右臂顿时无力的垂了下去。他一脸震惊的捂着自己的手臂：“你怎么会这么强？这根本不可能啊！”其他人也都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我，齐天磊更是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这不可能，吴师傅怎么会被那小子拧断胳膊？而宋国威则一脸惊喜的看着我。宁兄弟果然毫无虚言，什么狗屁的先天不先天，在宁兄弟面前还真就不堪一击。闻言，我在心里轻笑了一声。胡广济听到这种话，怕不是会被气死。想到这，我扭头看了一眼胡广济，却正好看见了他那充满了震惊的双眼。但我并没有理会他的反应，而是将目光移回到了吴胜天的身上。我早就说过，你一个连化元期都尚未踏入的小卡拉米，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吴胜天一脸悲愤地盯着我：“小子，我还没输呢！”下一刻，他突然抬起左拳，猛地轰向了我的腹部。我见他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反击，眼中不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倒是一个狠人啊！不过可惜你的对手是我，在我面前，你的任何手段、任何反击都只是徒劳。说话间，我随手松开了吴胜天被拧断的手臂，接着一把捏住了他的左拳，随即用力一拧，又是一声清脆的声响。吴胜天顿时痛苦的仰头大叫。我看着因为剧痛而浑身战栗的吴胜天，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我这人还挺记仇的，你刚刚说要将我四肢打断，还要废了我的丹田，让我彻底变成一个废人，那我只好照着你说的去做了。闻言，吴胜天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惊恐之色。我错了，求你放过我。然而还未等他话音落下，我已经抬脚对着他的左腿狠狠地踹了下去。吴胜天的左腿顿时折断，直接单膝跪了下去。我则对着他的右腿也踹了一脚。紧接着，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现在只剩你的丹田了。吴胜天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惊恐。不要，求求你不要废掉我的丹田。若是我的丹田被废，我这数十年苦修的一身修为就彻底没了。可我却摇了摇头。以后你就安安心心的做个普通人吧。虽然你的四肢断了，但以现在的医学水平还是能康复的。至少我还给你留了条生路，不是吗？闻言，吴胜天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你若敢废我一身修为，我师父绝不会放过你的。我则不屑地笑了一下，我倒要看看你师父又有多大的能耐。你尽管让你师父来找我报仇，希望他别让我太失望才好。说着，我屈指一弹，一道指锋顿时从我的指尖迸发，随即朝着吴胜天的丹田击射而去。见状，吴胜天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你给我等着，我师父一定会为我报仇的！”但此时，那道指锋已经没入了他的丹田之中，伴随着一声轻响，吴胜天的丹田直接破碎，体内的真气也在疯狂地消散。吴胜天捂着肚子挣扎了几下，最后昏厥了过去。结束战斗后，我转身走到了宋国威的面前。宋老板，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吧？宋国威笑着点了点头。宁兄弟，这次多亏了你，等我处理完了剩下的时候，我再好好款待宁兄弟一番。至于那5000万，我稍后就打到宁兄弟你的账上。说完，他又讨好的看了我一眼。宁兄弟，我再给你5000万。你应该不介意跟我一起去齐家的那些矿场走一趟吧？闻言，我点了点头，正准备坐回张勇的车子，却被宋国威热情的邀请坐进了他的车内。随着车队驶离，坐在车内的宋国威对我微笑了一下：“宁兄弟，还请把你的银行账号跟我说一下，我这就把钱给你打过去。”我应了一声好，随即便将自己的卡号告知宋国威。过了2-3分钟后，我的手机便收到了短信，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宋国威居然给我转了1亿。面对我的疑问，宋国威却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宁兄弟，这次你可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多出的那5000万是我额外酬谢宁兄弟你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宁兄弟，咱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吧，将来宁兄弟若是有什么地方用得着宋某的，尽管开口，别的地方不好说，但在江南省，我宋某还是管用的。而我觉得结识宋国威对以后肯定大有益处，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交换完联系方式后，
宋国威有些担忧地看了我一眼。那个吴胜天之前说他的师傅会为他报仇，宁兄弟，这真的没什么问题吗？闻言，我微微一笑。宋老板，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人能奈何得了我分毫。别说是他师傅，便是他师门祖上18代一起来，我也能一巴掌将他们全部拍死。若是他师傅真敢来，我不介意把他的修为也废了。宋国威点了点头，接着便开始和我商议接下来的计划。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回到了临川市内。宋国威特意在临川最豪华的酒店订了一桌丰盛的菜肴，热情地款待了我一番。胡广济虽然也在，但他明显只是陪衬。吃饱喝足后，我跟宋国威等人道了个别，便走出了酒店。但我还没走多远，张勇就开着车追了上来。大师，我送您回去吧。而我也没有客气，直接坐在了他的副驾上。张勇一边开着车，一边满脸兴奋地狂吹着。宁兄弟，你真的太牛了！之前那个吴胜天还狂得跟什么似的，但却被你3两下就打断了4肢，简直不是一般的霸气啊！你不知道，我当时看到那个齐天磊还有他那些手下，眼睛都瞪直了。他这一路上都在疯狂地吹捧我，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家的小区。没等我自己推门下车，张勇已经麻利地跑过来，接着为我打开了车门。宁兄弟，那我就先走了哈。您要是有什么吩咐的话，随时联系我。我能察觉到他如今对我的态度明显比之前更加恭敬了许多，于是我也冲着他笑了一下。好的，今天倒是麻烦张总特意送我回来了。张勇咧了咧嘴，当即又跟我道别了一声，这才开车离去。回到家中后，我直接给宁若萱转了100万过去，毕竟我如今有1亿的巨款，这区100万纯粹是给妹妹当零花钱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边潜心修炼，一边等待着自己的高考成绩被解除屏蔽。时间很快就到了6月27号，我坐在电脑前，点开了查询网页。当看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时，我不由得笑了一下。我打了708分啊，倒是没有比我之前的估分高出很多。不过我的排名居然是全省第7名，这倒是有些超出了我的预期。关闭网页后，宁若萱的微信消息突然跳了出来：哥哥，我今天要和朋友一直玩到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我本想好好嘱咐他几句，可转念一想，他已经修炼了1个多月，修为也到炼气1层后期，一般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宁若萱的身上还穿着我炼制的几件防身法器，这地球上除了我之外，怕是没人能在短时间内破开那几件防身法器的防御。于是我回复了一个好的，接着便打算出门买点东西。结果当打开门，就看见了面带喜色的宋国威。见状，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宋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宋国威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宁兄弟，你排名全省第7这个事已经传遍临川了，没想到你不仅身手了得，读书也这么厉害。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吃顿饭庆贺一下，不知道宁兄弟你方不方便？而我自然没推辞。没过多久，我们就来到一家装潢气派的饭店。走进包厢后，宋国威将我迎到了主位旁边的位子上。宁兄弟，我给你备了份薄礼，还望你收下。我身旁的宋国威笑着将礼盒打开，一尊做工精细的玉麒麟顿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见状，我刚想推脱一番，却感受到玉麒麟的身上竟然传来了一丝禁制的波动。正当我感到疑惑之时，宋国威却突然关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宁兄弟，我刚才看你愣神了，是身体不舒服吗？闻言我摇了摇头，没有不舒服，只是这玉麒麟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要。宋国威则无所谓地摆了摆手：宁兄弟，一份小礼物算不了什么，咱们虽然才相识不久，但我对宁兄弟你可是一见如故。如果宁兄弟愿意交下我这么一个忘年交，就请务必收下这份薄礼。既然宋国威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了。何况结交一下宋国威这样的人，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冲着他点了点头：行吧，那我就多谢宋老板的一番美意了。宋国威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就在这时，包厢里的菜也上齐了。宋国威高举起手里的酒杯：宁兄弟，这一杯我敬你。而我也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多钟，我和宋国威也吃得差不多了，便一起走出了饭店。宋国威醉醺醺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宁兄弟，那我就先走了哈，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我的蓝山会所玩玩，或者咱们就像今天这样，找个地方吃个饭聊聊天也挺好的。说着，宋国威又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烫金的卡片，然后恭敬地递到了我的手里：宁兄弟，这是我那蓝山会所的至尊金卡，我特意让人专门定制的，只此一张，以后不管你何时去我那蓝山会所玩，只要用这张金卡，那一切消费就全免。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会去那蓝山会所玩，不过人家一番好意，收下也便是了。于是我接过了那张金卡。行，那就多谢宋老板了。我们两人又简单聊了2句，宋国威便上了车，就此离去。待宋国威走后，我将金卡收进了自己的储物戒指中，顺便把宋国威送的玉麒麟也收了进去。就在我也准备离开时，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哥，你怎么在这？闻言我回头看去，只见宁若萱正好从酒店里出来，而后兴冲冲地走了过来。跟她一起的还有好些男男女女，她身旁的那个女生双眼放光地看着我。
走在后面的人则纷纷在打量着我，脸上或多或少露出了几分轻蔑之色。我看着他们身上那些价值不菲的潮牌，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普通穿着，心中顿时了然。就在这时，宁若轩面带笑意地站在了我的面前，随后指了指他身旁的那个女生：“哥哥，这位是我的同桌沈安然，身后的那些人是他的朋友。”沈安然一脸崇拜地看着我。原来你就是若轩的哥哥啊！前几天就听若轩说，你今年高考可是考了708分，全省第7呢。宁若轩笑着摇了摇沈安然的手臂，我哥哥可是很厉害的。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想去便利店买点东西吗？咱们快去吧。说着，宁若轩抬头看了我一眼。哥哥，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咱们俩一起回家。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在心里轻笑了一下。妹妹的这个同桌倒是跟她的那些朋友不一样，没有那么势利眼。想到这，我抬头看着不远处的那群少爷小姐们。只见一个男生正一脸气愤地盯着我。考得再好又怎么样？将来大学毕业出来，还不是打工的命？他旁边的几人都听到了他的话，纷纷开口附和他。一个女生不屑地瞥了我一眼。陈凡，你放心吧，就那家伙一副穷酸样，哪里能配得上然然？你就为这么一个土鳖吃醋，属实没必要。另一个男生搂住了那个女生的肩膀。林雨诗，你想不想让那小子出丑？林雨诗饶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赵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赵阳轻笑了一下。你们听说过森爷吗？就是那位在咱们临川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通吃的郑森。据说森爷背后的靠山，那更是跺一跺脚，整个江南省都要震动的顶级人物。而我之前可是有幸跟森爷一起喝过酒的，跟他手下的头号大将刀哥，那更是熟得很。咱们将这小子约到森爷的 KTV 去，剩下的就交给我了。到时候我让那小子出个大丑。听到赵阳的话，几人顿时都有些兴奋起来，看向赵阳的眼神更是满是崇拜。还是赵哥牛逼啊！居然跟森爷都喝过酒。那位刀哥我也听说过，那可是森爷手下的头号猛人。听说他以前曾经一个人追着10几个人砍，不是一般的刁。赵阳听着其他人的吹捧，脸上写满了得意，而林雨诗也是一脸骄傲的模样。这时，赵阳拍了拍林雨诗的肩膀：“雨诗，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林雨诗嘻嘻一笑，当即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见状，我在心里轻笑了一声，一群小屁孩还想跟我玩一些小手段。既然你们想玩，那我不介意陪你们好好玩玩。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虽然那个赵阳说要想办法把我忽悠去 KTV， 但却并没有细说他打算怎么让我出丑。不过对我来说，不管他想怎么做，也都只是自取其辱罢了。毕竟我实际上已经活了近万年，哪怕在地球上的年龄还只有19岁不到，但在我的眼里，这些人的确也就是一群小屁孩。与此同时，宁若轩和沈安然二人也回到了酒店的门口。林雨诗瞥了一眼我，接着亲昵地搂住了沈安然的胳膊。安然，我刚才好像听你说这是你同桌的哥哥，既然遇到了，不然咱们叫他一块去唱 K 吧。闻言，沈安然激动地看了我一眼。对啊，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唱歌吧？如果是在之前，我肯定懒得去的。不过现在嘛，我倒是不介意一起去陪那几个人玩玩。而且我也担心自己不去的话，妹妹一个人跟他们去玩会吃亏。于是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你们不介意的话，那我就一起去玩一下。沈安然刚想开口，却被林雨诗开口打断了。我们当然不介意。话落，林雨诗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随即回头冲身后的赵阳等人比了个 OK 的手势。另一边，宋国威此时正坐着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助理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助理拿出手机瞥了一眼，接着赶忙按下了挂断键。宋国威见状，不由得笑了一下。阿成，是谁找你啊？怎么不接电话？阿成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老板，是郑森那老小子的电话，他前几天一直想来拜访你，然后您让我把他给打发了吗？所以这2天他就一个劲的想请我出去玩，估计是想让我帮他在您面前说说话。宋国威无所谓的挥了挥手道：“那你就去玩吧，顺便带我去见他一面。过些天我就得回江南市了，临川要是有点什么事的话，也有用得着这老小子的时候。你待会就自己开后面的车去见他吧，让小李和小孙坐我这车上。”说着，宋国威当即吩咐前面开车的司机靠边停一下。随着宋国威的车停下，跟在后面的另一辆车也赶忙停了下来。待宋国威的车离开后，阿成当即拿出手机给郑森回了个电话过去。另一边，当我跟着沈安然等人来到 KTV 后，赵阳直接就找大堂经理要了个豪华包厢，而后又点了一堆价格昂贵的洋酒。我和宁若轩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便开始闲聊起来。就在这时，赵阳忽然走出了包厢，见状我心底轻笑了一声，这是要开始了吗？也不知道他到底想玩些什么花样，可别太让我失望才好。过了不多时，那个赵阳便带着一群人回到了包厢内，其中一人脸颊上有着一道吓人的刀疤，在他身旁的则是一名大约30出头、风韵妖娆的成熟女子，以及另外2名身材魁梧的壮汉。带着这几人走进包厢后，赵阳冲着林雨诗点了点头，随即兴奋地拍了拍手：“各位，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们提过的刀哥，大家掌声欢迎。”他话音刚落，在场的那些人顿时纷纷兴奋地鼓掌起来。这就是刀哥啊！
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他本人，而且还亲自过来给咱们敬酒。咱们今天也算是沾了赵哥的光了，不然像刀哥这样的传奇人物，咱们平时哪能见得着？他旁边的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丽姐吧？早就听说丽姐是刀哥的马子，现在一看果然不假。刀哥对着恭维他的众人点了点头。你们都是小赵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先敬各位一杯。说着，他直接将手中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随即又对身旁的那成熟美妇使了个眼色。丽丽，你也帮我去敬一下小赵的这些朋友。闻言，美妇顿时会意的点了下头。好的，刀哥。话落，他满脸笑意的走到了我的面前。这位小帅哥，我代刀哥敬你一杯。见状，我似笑非笑的瞥了他一眼，并未急着回应。这时，那美妇却突然惊呼了一声，接着撞进了我的怀里。她的娇呼声让刀哥以及其他人纷纷朝这边望来。看到她扑倒在我的怀里，刀哥顿时皱起了眉。丽丽，怎么回事？沈安然和宁若轩呆呆地看着我，有些不知所措，而其他人则似乎明白了什么，一个个都摩拳擦掌的准备看好戏。听到刀哥的询问，丽丽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看向刀哥。刀哥，他刚刚突然摸我屁股，还用力的把我往他怀里拽。闻言，刀哥将手中的酒杯重重的砸在桌上，而后怒冲冲的瞪着我。小子，你他妈活腻了是吧？你居然连老子的女人都敢占便宜！看着一脸暴怒的刀哥，陈凡等人纷纷暗笑了起来。赵阳则装作焦急地走到了刀哥的身边。刀哥，您给小弟一个面子，这件事是他不对，但事已至此，你也先消消气，我让他给您和丽姐道歉赔罪，您看行不？他的这番话让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倒是有点小心机，表面上看是在替我求情，实则是借此坐实了我占那女人便宜的事。可惜啊，这种小把戏终究上不得台面，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想到这，我一脸平静地坐在沙发上。刀哥看见我这副风轻云淡的样子，随手拿起一个酒瓶朝我扔了过来。见状，我心念一动，那个酒瓶顿时停在了半空中，接着缓缓地落在了桌子上。众人一脸惊讶地看着那个酒瓶，眼神中透露出几丝惊恐。可刀哥却怒气冲冲地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小子别在这里耍花招，你摸了老子的马子，按理来说老子应该直接揍死你，但我看在小赵的面子上，你只要出500万来赔罪，并且给我和丽丽磕头认错，那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赵阳子一脸无奈地摊了摊手。你小子也太色欲熏心了，居然敢占丽姐的便宜。刀哥只是让你磕头认错，再赔500万已经很够意思了。就在这时，沈安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先等一下。虽然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慌，但还是坚定地走到了刀哥的面前。刀哥，这500万我帮他们出了，至于那磕头认错什么的就免了吧。说着，沈安然掏出手机就要给刀哥转钱，可刀哥却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你又算哪根葱？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说磕头认错免了就免了，你当老子缺你那500万吗？而我见沈安然居然愿意为我这个陌生人出头，不由得在心里感慨了一下。妹妹的这个同桌人品倒还不错，只不过她并不知道我如今的银行卡里可是有1亿的巨款。看来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于是我笑着鼓了几下掌。你们戏演得不错，就是演技差了点，不过这出戏的剧情倒也还算可以。话落，我转身望着一脸惊诧的沈安然，谢谢你愿意为我出头，但你应该不知道，这个刀哥是赵阳故意找过来整我的。这个女人刚才也是故意自己往我身上倒，好以此来污蔑我。沈安然刚想说些什么，却被一旁的赵阳抬手打断了。小子，你别胡乱污蔑人，老子特么压根就不认识你，我整你干什么？林雨诗也立马愤愤不平地叫嚷起来。就是你今天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刀哥不打死你都算好的了，你居然还污蔑我们。闻言，我瞥了赵阳和林雨诗一眼，还跟我装呢。你们之前在酒店门口的话可都被我听到了，那个陈凡喜欢沈安然，看见沈安然和我说话便心生嫉妒，你们为了给那个陈凡出气，所以就故意叫上我也来 KTV。 林雨诗和陈凡等人见我把这些都说了出来，脸上全都写满了心虚。就在这时，刀哥突然冷笑了一下。小子，你挺能编的啊！大家都看到了，你把丽丽拽占她的便宜，居然还能这么倒打一耙。既然你死不认错，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落，那刀哥对身后的2名手下使了个眼色，那2人当即冷笑着走了上前，随即2人一左一右猛地各自出拳，狠狠地砸向了我。见状，我直接对着2人踢出2脚，下一刻，那2名壮汉瞬间倒飞了出去，接着狠狠地砸在了包厢门上，直接将门板给撞碎了。那2名壮汉则躺在地上，一脸痛苦扭曲地捂着胸口。见状，刀哥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其他人也都被吓了一跳，发出了一阵惊呼声。我则挑衅地看了刀哥一眼，你也一起上吧，我赶时间。闻言，刀哥挥舞着拳头，随即就要朝我冲来，但此时门外却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是谁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给我滚出来！我抬头看向门外，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正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而刀哥看清来人之后，一路小跑着来到了那个中年男人的面前。森爷，您来的正好，这小子简直是胆大包天，刚才敢占丽丽的便宜不说，还打伤了我的手下，绝不能放过他。郑森冷冷地盯着我，小子，
你以为自己有点身手，我就动不了你吗？此时，包厢内的众人听到刚才刀哥对郑森的称呼，纷纷吃惊的看向郑森。没想到今天居然能有幸见到森爷，敢在森爷的地盘上闹事，这小子今天死定了。闻言，我刚要开口，不想这时一个悠悠的声音却突然从郑森的身后传来。老郑，别怪我没提醒你，你确定要动宁先生吗？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众人皆是一愣，纷纷朝郑森的身后望去。郑森也同样愣了一下，赶忙回头看向阿成。成哥，您这是什么意思？还有，您口中的那位宁先生又是什么人？而包厢内的其他人看到郑森此刻那一副惊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唯唯诺诺的模样，不由一阵愕然，继而纷纷吃惊的看向阿成。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能让大名鼎鼎的森爷都如此伏低作小？而且他看着也就30出头的模样，但森爷居然称呼对方成哥。而刀哥听到阿成的语气不善，赶忙狗腿的走到了阿成的面前。成哥，森爷何时说要动那什么宁先生了？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森爷刚才只是说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而已啊。说着，刀哥还指了下我。闻言，阿成斜睨了他一眼，接着一脚踹了过去。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阿成一脚踹在刀哥腹部，顿时痛哼了一声，但他捂着肚子，却是半个字也不敢多说。阿成没有再理会他们，而是径直走向了我。宁先生，我是宋老板身边的助理，你叫我阿成就好了。没想到您也在这。说着，他扭头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刀哥。宁先生，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既然这个人敢冒犯宁先生，那您想如何处置他？尽管吩咐便是。他若是敢不从，我不介意将此事汇报给老板，让老板亲自来处理他。他话音刚落，郑森便一脸焦急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宁先生，我真不知道您是宋爷的朋友，要是知道的话，就算是再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冒犯您啊。说着，他又急忙看向阿成。成哥，我不是有心冒犯这位宁先生的。说到这，郑森猛地扭头瞪向了一旁的刀哥。是这个狗东西不知死活，居然敢冒犯宁先生。成哥，宁先生，我这就给您2位一个交代。话落，他立马冲自己的手下使了个眼色，他的手下毫不犹豫地上前，直接将刀哥给架了起来。见状，刀哥惶恐地望着郑森。森爷，求您看在我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您出生入死的份上，饶过我这一回吧。但郑森却丝毫不为所动，而是冷冷地走到了刀哥的面前。小刀，你冒犯了宋爷的朋友，便是我也救不了你。不过你放心，看在你好歹跟随我多年的份上，我会照顾好你家人的。听到这话，刀哥的脸上顿时现出了一抹绝望。见此一幕，包厢内的其他人无不噤若寒蝉，尤其是那赵阳和林雨诗几人更是一脸苍白，身体都止不住在颤抖。而我看着郑森手里的折叠刀，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算了，就为了这点事，还不至于。闻言，郑森迟疑地看了阿成一眼，而阿成见他望来，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没听到宁先生的话吗？郑森马上收起了手中的折叠刀，下一秒，刀哥整个人都瘫软了下来，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郑森看到他这个样子，直接狠狠地踹了他一脚。你特么是傻逼吗？还不赶紧谢谢宁先生，饶你一条狗命！他话音刚落，刀哥便连滚带爬地跪在我的面前，接着砰砰砰地磕着头。谢谢宁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一条狗命。说着他又狠狠地扇自己耳光。刚才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他一边说一边扇得自己啪啪作响。我看着他的这副姿态，无奈地挥了挥手。行了，森爷也算是宋老板的人，我可以不给你老大面子，但宋老板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毕竟对于我来说，就为了这点事还真不至于要杀人，而且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卖宋国威一个人情。反正也就2句漂亮话的事，何况真让郑森弄死了他，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刀哥听了我的话，又是一阵千恩万谢的磕头，而郑森则对我谄媚地笑了一下。宁先生，您可千万别叫我森爷，在您面前我哪敢称什么爷啊？您若是不嫌弃，直接叫我老郑什么的都行。闻言，我轻笑了一下，接着便带着宁若轩走出了包厢。与此同时，屋内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我扭头一看，只见刀哥正怒气冲冲地抓着赵阳的衣领，而郑森冷冷地站在一旁，随即冲自己的手下使了个眼色。他的手下立即会意，上前按住了赵阳的胳膊，又一脚踹在他的膝盖窝处，让他直接跪倒在郑森的面前。紧接着，郑森拿起旁边的灭火器，照着赵阳的膝盖狠狠地砸了下去。赵阳的腿顿时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弯折，他抱着膝盖，整个人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做完这一切后，郑森拿着灭火器走到了陈凡的面前，把这个小子的腿也给我打断。他话音刚落，他的手下立马就冲上去，接着一把抓住陈凡，将他拽了过来，手中拎着的灭火器对着他的左腿就狠狠砸了下去。见此一幕，一旁的阿成冲着我讨好的笑了一下。宁先生，给这些人一点小教训也好，这场面还是有点血腥，别脏了您和您妹妹的眼，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闻言，我轻轻的点了点头，然后便和宁若轩一起上了阿成的车。到家之后，我先是找了个借口支走了宁若轩，随即便将那尊玉麒麟从储物戒指中取了出来，接着释放出自己的神识，仔细查探了起来。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禁制的内部相当的玄妙，并且存在的时间已经非常的久远，而我现在的力量
只恢复到了元婴初期。要是想破除这道禁制，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但这也让我更加好奇，这尊玉麒麟究竟有何不凡之处？内部居然会有一道如此强大的禁制存在。可我尝试了许多破除禁制的法门，却始终无法破解那尊玉麒麟中所蕴含的禁制。沉吟了半晌后，我对着那尊玉麒麟长叹了一口气，看来只能一点点去消磨这道禁制的力量，直到这禁制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再尝试能否将其破除了。于是我双手结印，对着玉麒麟打出一道又一道的法诀。那尊玉麒麟顿时震颤了起来，依稀可见有一缕缕微光从内部透出，更有一道禁制在玉麒麟表面忽隐忽现。可我掐了整整一夜的法诀，那道禁制却纹丝未动。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没有出门，只是跟宁若轩交代了几句，说自己得闭关一些时日，让他没什么事的话就暂时不要打扰自己，顺便把自己的大学志愿填了一下，然后就没有再管其他。几天下来，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施展法诀，去消磨那尊玉麒麟中那道禁制的力量。整整1周之后，我终于感觉到那道禁制的力量明显比之前下降了一个层次。于是我再次使用破除禁制的法门进行尝试，这一次明显顺利了许多。伴随着一道轻响，玉麒麟中的禁制终于被彻底破除，一道浓烈的金色焰光骤然从玉麒麟内部绽放，使得玉麒麟瞬间变得一片金红色。见状，我的心中顿时一惊，这火焰蕴含着极其可怕的力量，远比我的真火强大得多。想到这，我立马发动神识探查玉麒麟的内部。下一刻，那玉麒麟的内部居然出现了一个空间，里面只有一枚金色的蛋静静地躺在那，只是那蛋壳的表面却不时有道道金色焰浪涌动。我刚想要用神识去查探那颗蛋，一股磅礴的力量却突然从那颗金蛋中激荡而出，那尊玉麒麟也剧烈地震颤了起来。伴随着一声巨响，那尊玉麒麟顿时被炸得4分5裂。与此同时，其内部的空间瞬间崩塌，那颗金蛋咚的一下砸在了地上，紧接着周遭的灵气朝着他狂涌而去，瞬间便被其吸了进去。这一幕让我的心中闪过了一抹狂喜，他居然在主动地吸收周围的灵气。如此看来，等他吸收了足够多的灵气后，说不定就能孵化出来呢。想到这，我从储物戒中取出了10几枚灵石，不就是灵气吗？我储物戒指里的灵石多的是，我倒要看看你吸收够了灵气，究竟能不能孵化出来。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灵石才刚被取出来，就立马被那颗金蛋汲取其中的灵气，仅仅是片刻功夫，整整10几枚灵石中的灵气就被全部吸走。于是我再次取出了10枚灵石，但几分钟后，10枚灵石中的灵气也全部消耗一空。就这样，我先后拿了60枚灵石，这颗金蛋才终于不再继续吸收灵气。但它并未孵化破壳，感觉更像是暂时吸收够了灵气而已。见状，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想要将它孵化，估计还得一些时日。于是我将其收进了储物戒里，接着便走出了卧室。而宁若轩见到我后，立马激动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哥哥，你闭关结束了。闻言，我笑着点了点头。对啊，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好好的歇几天了。宁若轩却有些犹豫地看了我一眼。哥哥，安然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这个月23号是他生日，想邀请我和你去参加，你要不要去？我想了一下，觉得沈安然的人品也还算不错，既然人家主动邀请，自己又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宁若轩见我没有拒绝，这才放心地长叹了一口气。哥哥，要不咱们给安然送件礼物吧，毕竟人家生日，咱们总不能空手而去。我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那我用灵玉给他做个玉符，你先回学校上晚自习吧。宁若轩乖巧地点了点头，接着便离开了家里。我则从自己的储物戒之内取出了一块大约2指宽的灵玉，仅仅10来分钟，我便把玉符炼制完成了，并且我还在玉符中铭刻了几道符篆，不仅有着静心凝神、驱邪避煞的功效，同时还有一道防御符篆，遇到了什么危险的话，能保沈安然一命。毕竟沈安然那天能替我出头，甚至愿意为我赔500万，那么送他这么一枚玉符也不算什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将那颗金蛋从储物戒之中取出，而后拿出灵石让它吸收灵气。但那颗金蛋却始终没有动静。时间很快便来到了沈安然的生日当天，我和宁若轩打了个车，接着一同前往了沈安然的家。过了一会儿，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云海别墅区前。这里几乎是整个临川最高档的别墅小区，一套别墅的价格动辄上千万，尤其是靠小区中央临湖的别墅，价格更是高达3、4千万以上一套。而沈安然的家就是那套临湖的独栋别墅。当我和宁若轩来到别墅门口时，就见沈安然一袭白裙，打扮得十分精致的在那儿迎接宾客，他身旁还站着一对中年夫妇，想来那应该是他的父母。沈安然此时也看到了我和宁若轩，赶忙欣喜地迎了上前。望叔哥，若轩，你们来了。宁若轩开心地拉着他的手。安然，生日快乐。我则笑着将一个精致的礼盒递给了沈安然。生日快乐，这是我和若轩送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闻言，沈安然笑着将礼盒打开，那枚玉符顿时出现在他的眼前。沈安然对着玉符欣赏了好一阵，这才将其戴在了脖子上。谢谢望叔哥和若轩，这枚玉符真的好漂亮。我看着双眼放光的沈安然，不由得轻笑了一声。你喜欢就好。但我转念一想，沈安然的家境这么好，肯定不缺各种名贵的首饰，
如果我不提醒一下的话，恐怕沈安然不会带几次，那样的话可就有些浪费了。万一沈安然哪天遇到了什么危险，却没带着这玉符，那我送这玉符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严肃地看了一眼沈安然。对了，安然，这件礼物你以后尽量随身带着，它对你会有一些好处，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你一命。沈安然有些惊讶地看了眼手中的礼盒，刚要说些什么，一旁却忽然传来一个带着嘲讽的声音：“你在这吹什么牛逼呢？你那礼物一看就是便宜货，就这么一块破玉佩还能救命？你当它是什么神仙法宝吗？真特么能扯！”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旁一名油头粉面的青年正一脸轻蔑地看着我，而一旁的沈安然则皱了下眉：“许云峰，你脑子有病是吧？望舒哥和若轩是我的朋友，轮得到你在这诋毁他们吗？”闻言，许云峰谄媚地笑了一下：“然然，我这不是担心你被什么骗子给骗了吗？你看他们身上穿的便宜货，怕是都不超过1000块，你结交这种穷鬼干嘛？”他话音刚落，沈安然的面色一下子就阴沉了起来。许云峰，我再警告你一次，我交什么朋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你要是再敢欺辱我朋友，那就别怪我把你赶走。许云峰见沈安然真的发怒了，只能悻悻地摆了摆手：“那我不说总行了吧？”不过当他的目光扫过我和宁若轩时，却是不屑地撇了下嘴。沈安然看到许云峰不敢再多言，这才收回了目光，随即又一脸歉意地看着我和宁若轩：“望舒哥，若轩，不好意思，我这个表哥口无遮拦，你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则戏谑地笑了一下：“没事，我还不至于跟一个脑子有病的人计较。”就在这时，沈安然父亲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了过来：“然然，快过来见见你林叔，还有雨师也来了。”沈安然回头瞥了一眼，就见林雨师正跟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那儿。沈安然忙应了声好，然后又看了看我和宁若轩。林雨师他爸跟我爸是朋友，所以他们也来了。你们先去找个地方坐一下吧。闻言，我点了点头，接着便和宁若轩走进了别墅。紧接着，我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许云峰，只见他正一脸八卦地跟林雨师说些什么，而他们的身边还有几个衣着不菲的人。见状，我心念一动，几人的交谈声便立刻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林雨师，那2个穷逼是什么人啊？然然怎么会请他们来生日宴？要知道，今天来的人都是咱们临川有头有脸的人物，跟这么2个穷逼待在一块儿，我都觉得掉价。可林雨师却严肃地摇了摇头：“那个男生叫宁望舒，虽然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不过咱们临川的那个森爷你们知道吧？”许云峰一脸惊讶地看着林雨师：“难道这个人认识森爷吗？”林雨师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不，他认识的人要比森爷厉害许多。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被森爷称作成哥的人，在宁望舒的面前毕恭毕敬，唯他马首是瞻，而那个成哥还仅仅只是他所认识的人的手下而已。”闻言，许云峰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这才将目光重新移回到林雨师的身上：“你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那是什么人？”林雨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才将那天在 KTV 所发生的事大致地跟他们说了一下，只不过他略去了自己的不堪和狼狈部分。听完他的话，包括许云峰在内，所有人全都震惊得直吸凉气。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也太牛了吧！在临川，我还没听说过森爷在谁面前低过头呢。这时，一名年龄稍长的女子忽然看了林雨师一眼：“雨师，你刚刚说森爷管那个阿成的老板叫宋爷吗？”林雨师认真的点了点头，见状那女子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据我所知，在咱们整个江南省能被称作宋爷的只有一位，那就是宏威集团的董事长宋国威。那女子话音刚落，许云峰顿时面色一变。宏威集团的这位董事长，那可是真正称霸整个江南省的人物。要知道，森爷在临川虽然称得上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但据我听到的一些传闻，他之所以能横行临川，就是因为有这位宋爷做背景靠山。这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话落，许云峰小声嘟囔了一句：“他送给然然的礼物，该不会真是什么很牛叉的东西吧？”而这几人的交谈让我也有些吃惊，没想到宋国威的势力居然这么庞大，那他会送我那尊玉麒麟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在这时，我手上的储物戒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暴躁的能量波动，于是我赶紧跑到了别墅的后院，在确定四下无人之后，将神识探入了储物戒中。此时那颗金蛋的表面翻涌着一团烈焰，还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纹。见状，我的心里顿时一喜，看来这颗金蛋马上就要破壳了，不枉我这几天给你喂了那么多零食，趁现在赶紧再喂几块。想到这儿，我赶紧从储物戒中拿出了几枚零食，但还没等我做些什么，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接通电话后，宁若轩焦急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哥，你快回来，别墅里出大事了！刚才突然来了一群自称蛇山余家的人，要把安然绑走，给他们的大少爷配冥婚。许云峰想上去拦住那2个男人，结果被那2人一巴掌给扇飞了。”闻言，我的面色顿时一沉，我马上就回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些人说，安然的爸爸在18年前为了改运，将安然许配给了余家的大少爷，他那大少爷是个死人啊！但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我开口打断了。没事，我给沈安然的那个玉符可以撑一会，等我。话落，我朝着别墅的方向激射而去，不过几秒的时间便到达了别墅的大门处。只见2个身着青袍，胸前还绣着一个奇特标志的男子，正凶神恶煞地盯着沈安然，而沈父则满脸绝望地跪在地上。紧接着，其中一名男子伸手猛地抓向了沈安然，
然而就在他即将碰到沈安然的刹那，一束轻盈的灵光蓦地从沈安然的胸前绽放出来，旋即化作一道光幕，将沈安然笼罩其中。那人的手掌猛地抓在光幕上，顿时被一股巨力震飞出去10几米远，最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向沈安然胸前的那玉佩，眼中满是震惊。躺在地上的许云峰更是不可置信地看着那道光幕。那个家伙送给然然的这枚玉佩，居然真的能在关键时刻救命啊！见状，我一个闪身来到了沈安然的面前。安然，放心吧，今天有我在，没人能强行把你带走，更没人能伤害得了你分毫。沈安然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望叔哥，今天多亏了这枚玉佩，不然我就要死了。可是你居然将这么珍贵的玉佩送给了我，这份恩情我一定会还的。话落，他的小脸微微一红，我的心中瞬间闪过了一丝怀疑，他下一句不会是以身相许吧？就在这时，刚刚被震飞的男人挣扎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死死地盯着我和沈安然。小子，你送的这枚玉符有点东西，但它能挡得住我这全力一击吗？下一刻，那人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柄寒光四射的宝剑，而后对着我们猛地挥出了一剑。刹那间，一道半透明的剑气迸射而出，前方的一张桌子瞬间被从中撕裂成2半，地面上同样被那可怕的剑气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裂痕。见状，我伸手朝着那道剑气屈指一弹，随着一道清脆的声响，那道剑气顷刻崩碎，而后消散在了空中。看到这一幕，那2人顿时瞳孔一缩，周围的其他人也纷纷睁大了眼睛。那道剑气居然被他就这么一弹指就给击溃了，难道就只是看着唬人吗？怎么可能？你忘了刚才这道剑气是怎么轻而易举的就撕裂了那张桌子，还在地上留下了那么长的一道剑痕了？我估计应该不是这道剑气不堪一击，而是那个人更强。此时，那2个男人也终于回过神来，他们对视了一眼，眼中都带着几分骇然之色。接着，那名持剑男子死死地瞪了我一眼：“你究竟是何人？又是如何做到隔空将我的剑气打散的？”闻言，我不屑地冷笑了一下：“我是何人，你们无需知晓。你们只要知道有我在，你们就不要妄想着能带走安然。至于我是如何将你的剑气打散的，这很难吗？”我话音刚落，持剑男子顿时一个闪身来到了我的面前。小子，你太狂妄了！真以为自己有点实力就可以如此嚣张跋扈吗？既然你自己要找死，那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下一刻，他挥舞着手中的宝剑朝我劈来，强大的剑罡顿时从剑锋上喷薄而出，周遭的地板被余波撕裂震碎，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纹蔓延了近乎半个大厅。如此恐怖的威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脸骇然。可我却只是淡淡一笑，就凭你这点三脚猫功夫，也想伤害到我吗？话落，我朝着他的胸膛狠狠地挥出了一拳。一股恐怖的力量席卷而出，持剑男子感受到我这一拳中所蕴含的可怕威势，霎时面色大变。然而还未等他做出任何反应，我的拳头就已撕开了他的剑罡，接着狠狠地落在了他的胸口。持剑男子瞬间倒飞了出去，他手中的那柄宝剑也脱手而出。见状，另一个男子赶忙飞身上前，伸手一把接住持剑男子，但是在他碰到持剑男子的瞬间，却被我的拳风所波及，连连后退了10余步，才勉强稳住了身形。这一幕让在场的人全都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太强了，这还是人吗？这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啊！简直是母牛屁股绑鞭炮，牛逼炸了！而另一名男子则目光阴冷地盯着我：“你的实力果然很强，居然一拳就将我师弟重伤。但我师弟刚才不过是以武学与你交手，虽然他败了，但我蛇山余家真正的手段可不是这区区武学。今日我便让你见识一下我蛇山余家的真正本领。”话落，他立即双手结印，霎时间，一股惊人的威势蓦地从其体内激荡而出。只见其双手之间，竟悄然浮现出了一道电光闪烁的大印。与此同时，那持剑男子强撑着身体站直了起来，接着走到了正在施展法术的男子身旁。师兄，我来助你。说完，他也同样双手结印。下一刻，他那柄脱手的宝剑嗖的一下飞到了他的身前。见此一幕，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有点意思。看来你们这蛇山余家倒还真有几分道行，难怪敢在我面前如此大放厥词。但你们又如何敢断言就只有你们会术法呢？只不过对付你们还不需要我施展术法神通，任凭你们万般手段，我一拳便可破尽万法。闻言，那施展法术的男子顿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小子，你太狂了！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能一拳破我的术法。”施展御剑术的男子也不屑地嗤笑了一下：“没错，一个黄口小儿竟狂妄至此，也不知你哪来的勇气。还敢吹嘘自己也会术法？你当术法是街边的大白菜吗？是个阿猫阿狗都会。”我对这2个男人冷笑了一下：“那你们就看看我这一拳能否破了你们的狗屁术法。”我话音刚落，施展法术的男子双手一挥：“那你就受死吧！五方雷印！”一道雷光闪烁的大印从他的手中轰然打出，顷刻间便化作了一道足有水桶粗的大印，而后向着我击射而来。另外那名男子则飞快地结印：“无相剑诀，给我死！”刹那间，其身前的那柄飞剑倏然暴涨，瞬间化作了一柄足有丈许的巨剑，接着狠狠地斩向了我。见状，我缓缓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拳，接着猛地砸向了雷电：“给我破！”
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那道雷印在我的拳头下直接被打爆了，然后化作无数游离的电光，在半空直接炸开。看到这一幕，施展出5方雷印的男子顿时瞳孔一缩，而我则再次挥舞着拳头狠狠地砸在了那柄巨剑上。巨剑在我这一拳下直接崩裂开来，最后化成了一地的粉末。持剑男子见飞剑被毁，顿时喷出了一大口鲜血，身形踉跄着连连后退。见此一幕，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震惊的直吸凉气，那2名男子更是惊得眼珠子都瞪了出来。这怎么可能？我看着对方那不敢置信的表情，不由得轻笑了一下。我这一拳可有破尽你们的术法？那2人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无言以对。周围的其他人也终于被他们的话所惊醒，一时间现场响起了激烈的议论声。我操，这也太猛了吧！简直牛逼炸了！这可真的是一拳破万法啊！刚才那道雷印，还有那把飞剑，已经够恐怖了，老子都差点被吓尿了。但那人只用一拳就给他们打爆了，太霸气了！就在这时，刚才施展雷印法术的男子长叹了口气：“你能以一拳击溃我们师兄弟2人的术法，的确是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意料。不过我师兄弟2人在蛇山余家，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罢了。你今日强行阻挠我等带走此女，他日自会有真正的强者前来与你讨个说法。届时，我看你还能否以区区武学抵挡得住我余家强者的术法。”说着，那人将目光落在了沈安然父亲的身上。沈拓海，你也别以为有此人庇护就可以高枕无忧。待我余家强者亲临，你女儿依旧无法逃脱履行约定，被带回蛇山，与我家大少爷完成冥婚的命运。闻言，我不屑地摇了摇头。若是蛇山余家想继续找死的话，那你们就来找安然吧，我不介意直接灭了你们余家。我话音刚落，那名持剑男子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你真以为方才击溃了我们的术法，就能同样以武学硬汉我余家强者的术法吗？术法之强，又岂是你区区一介武夫所能揣度的？我则冷冷地盯着2人，你们还真当我不会术法吗？真是井底之蛙。虽然我根本无需向你们证明什么，但我也不介意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术法神通。话落，我张手一招，望舒剑顿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紧接着，我双手捏了一道法诀，万化剑诀。望舒剑顿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荧光，接着化作了密密麻麻的无数飞剑悬在我的周身，而每一柄飞剑的剑尖都直指着蛇山余家的那2人。与此同时，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势瞬间笼罩了在场的每个人，让所有人都瞬间感受到了沉重的压迫感。他们僵在原地一动不动，就连呼吸都变得极其困难。而直面我压迫的那2名蛇山余家之人，更是切身地感受到了我的可怕。他们的身体止不住地站立了起来，我周身散发出的威势和压迫感，让那2人再次震撼不已。我看着对方眼中流露出的惊恐，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扬手一挥，周身的那万千飞剑顿时消散无形，望舒剑也没入了我的体内。随着我收起了术法神通，所有人都是身体一软，随即又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余家2人也瘫倒在了地上。见状，我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我懒得杀你们这样的蝼蚁，你余家若是不服，尽管来找我便是。只不过你余家可未必能承受得起惹怒我的后果。好了，现在都给我滚吧！那2名男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却什么都不敢多说，只能狼狈地离开了别墅。等那2人走后，在场的宾客忽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所有人看向我的目光都充满了震撼和惊叹。可我并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而是扭头看向了沈安然。安然，没事了。只要那蛇山余家的人不是失了智，他们应该不会敢再直接来找你。话落，我看向了一旁的沈拓海。沈叔叔，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告辞了。闻言，沈拓海扭头看了沈安然一眼。然然，那你先送一下你这2位朋友吧。沈安然低低的应了一声，随即将我和宁若轩送到了门外。望舒哥，今天真的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恐怕我已经被他们给强行带走，去给他们那什么大少爷配冥婚了。闻言，我冲着他微微一笑。没关系，既然你叫我一声哥，那我总不能看着你被他们带走去配冥婚。如果我没那个能力也还罢了，既然我有这个能力，就没法做到视而不见。说完，我又揉了下沈安然的头发。行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待会我让若轩把我的联系方式发给你。话落，我便带着宁若轩离开了沈家别墅。回到家后，宁若轩惊魂未定地拍了拍胸口。没想到现在还有配冥婚这种事，而且还落到了安然的头上。哥，那个佘山瑜伽看起来好像挺厉害的，真的没问题吗？我轻轻地拍了拍宁若轩的肩膀。放心吧，我虽然被压制了修为，但如今好歹也能动用元婴初期层次的力量。我想在地球上，应该还没人能跟我抗衡。
紧接着，我严肃地看着宁若轩：“若轩，你先去修炼吧，哥哥有点事要处理。毕竟被我放在储物戒里的那颗金蛋马上就要孵化了，得赶紧把它取出来，再用灵石给它吸收灵气，看看能不能孵化出来。”宁若轩看我神情严肃，便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回到了他的房间，而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将金蛋拿出来后，我当即取出了10枚上品灵石，摆在其周围。那颗金蛋立马开始疯狂地吸收灵石中的灵气，与此同时，其表面也再次涌现道道金色的焰浪。不过片刻的功夫，10枚上品灵石中的灵气就被吸收一空，而金蛋上之前的那道细微裂纹也明显扩大延伸了许多。见状，我连忙又取出了100枚上品灵石。随着金蛋不断地集着上面的灵气，其表面上的裂纹也越来越多。又过了片刻，金蛋突然发出了一阵脆响，我紧紧地盯着那颗金蛋，只见其表面终于出现了一个小洞，紧接着一只肉乎乎的小爪子从里边探出。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一阵狂喜，总算是孵化出来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想到这，我当即释放出神识去查探，因为那蛋壳已破碎，所以原本屏蔽我神识的那股力量也似乎消失了。很快我就看到了蛋壳内那只长得奇形怪状的异兽，又仔细地用神识查探了一番后，我惊讶地发现，这异兽虽然才刚刚孵化，但它体内的力量却相当惊人，堪比化元期的修真者。更让我吃惊的是，那只异兽正在啃食着蛋壳的边缘，而且随着它的啃食，它体内的力量也在飞速的提升，就连外形都开始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不知不觉间，那小东西已将蛋壳啃食大半，身形完全显露了出来。它体内的力量则迅速地暴涨到了化元期7层的地步。除此之外，它的身上还长出了许多金红色的鳞甲。见状，我的心中顿时闪过了一个念头：它现在的样子跟那尊玉麒麟也太相似了，这小家伙该不会是一头麒麟吧？就在我愣神之际，那只异兽已经将蛋壳全部啃食完毕。它满足地打了个饱嗝，随后扭头看了眼周围那些剩下的灵石。下一刻，它突然长吸了一口气，那些灵石中所蕴含的灵气竟然疯狂地涌出，直接被它一口吞下。它体内的力量再次暴涨，瞬间就达到了金丹初期的水平。这一幕，就连我都有些目瞪口呆。这家伙可是才刚刚孵化出来，这就已经拥有金丹期的实力，若是让它长大了，那还了得！就在这时，那小东西的四蹄突然一踏，其脚下瞬间便燃起了一团团金色的烈焰，它撒欢一般的踏焰而起，径直扑向了我，嘴里还发出呜呜的低吼声，就像是在撒娇一般。我感受着它四蹄上那些金色烈焰蕴含的恐怖力量，赶忙激发出一道灵力，将那些金焰隔绝，免得被其所烧。但这也让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想。接着我用手戳了戳小麒麟，有这么一头灵虫也挺好的，真把它养大了，等于是多了一个实力强大的打手，而且正好可以看看这头麒麟成长起来后，它的力量是否也会被压制。要是它能够突破那莫名的压制，或许我就能有办法破除压制我修为的那股力量了。我伸手轻轻抚摸着那小家伙的脑袋，不禁陷入了沉思。我当初飞升时分明是成功打开了仙门的，但最后却回到了地球上。如今看来，或许地球跟苍元界所传说中仙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我明明是飞升了，却回到了地球上，而这里居然有麒麟这种一出生就有着金丹期实力的强大异兽，这就有些无法解释了。我的脑海中有一些想法，但却又感觉思绪纷乱，没法完全理清头绪。过了好半晌，我只能摇摇头，暂时不再去想这些。不管地球究竟有着什么隐秘，自己日后再慢慢查探就是。